顺昌21年秋，黄叶飘零，北风呜嚎。老夫人，老爷没了！哎，老夫人！娘，祖母！怀英，没时间了，快把孩子给我，我带孩子走。淼淼日后就养在我膝下，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听到嘈杂声，被人抱在怀里安睡的小奶娃淡色的小眉毛微微蹙起，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如此乱象。发生了什么？这是哪？小奶娃一脸疑惑，还没弄清楚状况，抱着他的美貌妇人强忍泪水就要将他送出去。他变成婴儿了。我不要，我要妹妹，我不要跟妹妹分开，我求你了，妹妹！他反应过来了，这个家大难临头了，马上要把他给送走。送就送吧，虽然他不想活了，但也不是那么想死。小浩，快松手！西域，江家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真的能带淼淼走吗？西域，江家，江之苗小脑瓜子嗡嗡的，久远的记忆此刻犹如打开的闸门，像奔涌而出的洪水般铺天盖地倾泻而来。他想起来了，他回到了江家被抄家流放前，自己还没被方西域抱走，家人也没有被顶替他身份的沈一瑶残害致死的时候。江家被抄，方西域将他从江家接了出去，却让心腹之女顶替了他的身份，把他远远扔到了庄子上寄养在林氏夫妇名下。那两夫妇视他如仇敌，好不容易磕磕绊绊长大，又被贪财的他们10两银子卖进大山。他死的时候是被山里那些毫无人伦道德的畜生活活打死的。咽气前，沈一瑶告诉他，你活在一本书里，江家上下都宠爱的千金，其实不是我，而是你。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福宝了。凭什么那么多人对你好？哼，既然我穿来了，我就是主角。江之淼怀疑他有病，什么书里？他怎么不活在梦里？当时他以为自己只是被丢弃的下人之子，沈一瑶的话于他而言犹如天方夜谭。可他死后，灵魂诡异地跟在了沈一瑶身边，亲眼看着他把身边怀疑他身份的人一个个害死。他信了，可是晚了，他已经死了。日迈月征，朝暮轮转，时间似乎过了很久，又仿佛短短一瞬。再睁开眼睛，他回到了江家被流放前。他感受到了心跳，没忍住扯着小嗓门，像是出生的婴儿一样撕心裂肺啼哭起来。妹妹说了，她不愿意，她不愿意。娘，那儿膝下有黄金，算我跪下来求你了。怀英，快把孩子给我，晚了就来不及了。江家穷途末路，皇上是不会放过江家的。难道你想看着江家落得跟陆家一样的下场吗？就在半个月前，将军府陆家因通敌叛国满门抄斩了，除了外嫁出去的女儿，满府无一活口。江之苗很急，也不哭了，憋得涨红了小脸。方希玉居心叵测，一肚子坏水，去沈家跟送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左右都是火坑，还不如一家人整整齐齐去流放。可他人小力微，连话都说不清楚，要怎么阻止？眼看着方希玉想抢人，情急之下，他突然急中生智，关键时刻猛地一个用力，拉了坨大的。空气诡异安静了几秒，隐约飘出一丝屎味。方希玉险些收不住脸上的嫌恶，可来都来了，他花了那么多银子买通人，可不是为了走个过场的。
今天说什么也得把人带出去。他屏住呼吸，试图强忍恶心将人抱过来，并说服自己只要出了这间屋子，把这小贱种扔给下人就好了。然而下一秒，一声脆响，求生欲爆棚的小家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巴掌打在了他的手背上，呲着几颗小米牙，张嘴就咬。一口下去，耳边顿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你个小年纪怎么还咬人？快松口！你看，妹妹都咬他了，这得多讨厌他呀！肯定不想跟他走，你别把妹妹给他。谢谢你啊，我的嘴替。小孩子年纪小，正是长牙齿的时候，会咬人是正常的，哪里知道什么喜恶？你说是吧，怀英？江之淼二话不说，又给他狠狠来了一口。方希玉脸都狰狞了，急欲咬碎了牙根，恨不能反手一巴掌把这小贱种呼死。打从方希玉拿陆家出来说事那一刻，陆怀英心里就多了一丝异样。陆家是他心口不可抹平的伤疤，时时隐痛滴血，他怎么可能希望江家落得跟陆家一样的下场？因此他并没有把女儿松开，此刻又窥见了一丝端倪，立马将女儿抱了回来。不用了，你走吧。怀英，咱们自幼一同长大的情分，你难道不相信我？我只是舍不得跟苗苗分开，她是我带到这世上的。如果江家当真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我就带她走。你当娘的怎能如此狠心？这一耽搁，沉重的脚步声和冰刃碰撞的脆响声由远及近。数十名身着铠甲的禁卫手持刀剑闯入，迅速将院子包围。方希玉心有不甘，可眼下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看来只能另想别的法子了。你自己多保重。江之淼对他的离开毫不关心，只是静静躺在娘怀里，生无可恋的想。想不到他重生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当众拉屎保命，还有屁屁黏糊糊的，再不换尿布他就要被自己的屎给淹入胃了。江家人呢？还不滚出来接旨？怎么，莫不是当惯了人上人，认不清自己现在的地位，还需要咱家三请四请？醒过来的祖母没有露怯，将众人带了出去，领着娘跟哥哥还有一众仆妇浩浩荡荡跪了一地。江之淼看了一圈都没看到亲爹跟二叔的影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朕与丞相亦为君臣，恩由父子。然丞相愧负朕心，身为百官之长，不思报国，反生异心，勾结逆党，图谋犯上。于心不可纵，国法不可犯，念其以认罪伏诛，着即抄没家财，冲入国库，将士一族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即日起流放越州，永不得返京，钦此。听闻要流放到越州那等凶蛮远僻之地，众人无一不吓得血色尽失，惨白了脸。江老夫人颤抖着手接过圣旨，眼圈泛红。他早就说过，老早就说过了的，伴君如伴虎。他不信，他偏不信。他撞破了南墙，摔得粉身碎骨，为着心中的大义，连家都不要了。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江家怎么会跟逆党扯上关系？这是假的，这一定是假的！
冤枉啊！院里混乱不堪，哭求声、哀嚎声一片。江之淼被身形单薄如柳的娘抱在怀里，挡下了一切飘摇的风雨。他没见过祖父和外祖父，却听说过他们的事迹。一个驱逐敌寇大将军，一个为太平奔走鞠躬尽瘁的丞相，没死在敌人的兵马刀刃之下，也没死在世间流离的疾苦中，死在了自己人手里。一个五马分尸，一个被扔进了乱葬岗。证据确凿的事情，岂容尔等狡辩？哼！来人呐，将他们身上的东西都搜出来，衣服都给扒了，别让他们从这里带走一针一线。江之淼看着那太监嚣张的嘴脸，心中着急，却什么都做不了，眼睁睁看着禁卫如同饿狼扑食般一拥而上，看着他们公然借搜查之机趁乱亵渎凌辱府中年轻女眷。他高兴自己重生了，又恨自己只是个无能为力的婴儿。新帝即位1年，国库空虚，大旱频发，百姓流离失所，江楚生掏空积蓄赈灾，何府上下节衣缩食，无有不应。京城外布施的粥铺一共30多个，我们江家就占了11个。府中仆人饿得面黄肌瘦，一顿饭都舍不得吃饱，只为省下口粮救更多的人。投京的流民无一饿死，可笑府上在家塾读过几年书的小家奴，却活活饿死了一个。出身微贱，临死前还满嘴仁义道德。新帝即位3年，东陵国虎视眈眈，陆家13郎杀得仅剩1人。眼见国门告破，江楚生孤身3渡萧河，请援邻国何府，白衣相送。护卫江家的忠仆死了一批又一批，而今我这把老骨头，却连他们留下来的妻女都护不住。老夫人，这不怪您，这不怪您。不，老身有罪，江家也有罪，阴魂地下难眠，何该老身已死，向他们谢罪？举头3尺有神明，若你们觉得江家一应仆人卑贱可欺，便先从老身的尸体上踏过去。你们江家谋逆是不争的事实，陛下能饶你们一命，已经是莫大的仁慈了。再说，一日立其位，则一日弑其君，那本就是你们身为丞相府应该做的事儿。好一个本就应该做的事，江家的付出跟忠诚就好像是一个笑话。江老夫人觉得讽刺极了，悲痛之下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们的贱命就留着去流放地吃苦受罪吧。来人，把他们全都拿下。江之淼被刀架在脖子上的娘捂住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庶子而敢！他心中揪紧，神识一清，居然看到那几个铁了心作践江家的禁卫将他弱不禁风的娘与府中貌美女婢往墙角拖。被按在地上的祖母目自尽裂，哥哥们红着眼睛前仆后继冲上前，却被一脚踹开。娘，放开我！娘，你们有什么？冲我来！冲我来！放了大夫人，奴婢几个心甘情愿地伺候你们。苗苗，娘怕是不能看着你长大了，江家绝不受此大辱。对不起，娘永远爱你。
江之淼心中骤然涌现出强烈的悲与恨，蓦然想起上一世娘是早死的，眼泪才浮现在眼眶里。就见他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娘愤而暴起，挣脱了控制，夺过禁卫的刀剑，眼神发了狠，反手捅向身后的禁卫，动作迅疾，不给人丝毫反应的机会。长剑入体，血腥飞溅。谁也没想到平时貌美柔弱的江代夫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会有这般出色狠辣的身手。太监当即吓白了脸，终于想起来他陆家将门之女的身份。放箭，给我射死他！看着娘孤身奋战，身陷险境，江之淼只恨不能来刀雷劈死这些杂碎。念头刚刚落下，寥寥几朵乌云的天空突然响起几声闷雷。江之淼看到滚滚雷声在头顶徘徊，落叶被狂风卷起，见了一脸血的陆怀英一脚踹开被他捅穿的禁卫，听到雷声下意识抬头，就见射向他的箭雨生生停滞了一瞬。在他恍然以为是错觉的时候，几道雷电气势汹汹朝他劈了过来。他头皮一麻，想着死也要拉个垫背的，还没来得及动手，箭雨在刺眼的雷电下瞬间化为齑粉，围攻他的禁卫直接被雷劈成了焦炭。姗姗来迟的巨大雷鸣声几乎将人的耳朵给震聋。他那么大能耐？不能吧，要真这么牛逼哄哄，他刚才拉的屎算什么？毁天灭地的雷霆下无一生还，本该被殃及的陆怀英与府中几名被撕去外衫的婢女却毫发无伤。遭雷劈的玩意儿，作恶多端，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迟早收拾你们！亲眼目睹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天谴，又听闻这番话，太监肝胆俱裂，腿根一热，竟直接尿了出来。一众拿剑对着江家人的禁卫也都齐齐扔了手里的剑，吓破了胆。恢复自由的瞬间，江老夫人就赶紧过去将地上一脸茫然的小孙女儿抱了起来。乖宝，别怕，祖母在呢。上一世她误以为自己是下人之子的时候，对亲人不是没有过期待的，可得到的几乎都是冷眼。他们骂她灾星，骂她野种，没有一个人会用这样充满包容和疼爱的视线看她。小家伙睁着乌黑溜圆的眼睛看着祖母，腼腆地咧着小嘴儿，露出4颗小米牙冲她一笑。江老夫人心中欲贴，哪怕是为着小孙女儿，她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劳烦各位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遣散家奴。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有功德在身的。那道雷的余威还在，谁敢出言阻拦？只能看着江老夫人将一众人带进了正堂。天上的乌云渐渐散了，但笼罩在江家人心头的乌云还没散。老夫人，我们不走。我们生是江家的人，死是江家的鬼。都起来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走一个算一个。你们要是真想跟着，我也不拦你们。这些银票你们都拿在手里打点，等我们流放后，想办法置办几辆马车，囤些吃的和保暖的棉衣，跟在后面就行。老夫人，我们这就走。挺好。江之淼晃了晃脚丫子，又忍不住悄咪咪往恍如仙境的空间看了一眼。这是刚才雷劈下来的时候出现的，他觉得有点眼熟，像是在哪里见过的样子，记不起来了。娘，我不想被流放，更不想去那等荒野蛮僻之地。您给我一封休书吧。我犯了七出之罪，没能为江家留下一男半女，本就应该被休弃。不想被流放不是你的错，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休书我自会给你，
只要你自己想清楚就好。江家从来没有因为你生不出来看低过你，更何况二爷也说了，是他自己身体有问题，与你无关。你想走也无可厚非，终归是江家拖累了你。祖母让心腹杨嬷嬷将休书拿出来，一共2封，像是早就写好的。娘，那我的那些嫁妆……如果王家有能力把嫁妆从府上带出去，想必老夫人是不会阻止的。我对不起二爷。娘，您跟二爷日后好好保重。呸，还真有脸提。亏二爷对他这么好，一家人都在小心翼翼维护他。老夫人，您怎么不告诉他，是他自己不能生啊？啊？啥？我怎么就没说了？我说了。好像确实说了。杨嬷嬷气顺了。王荣凤嫁到江家，江家可没亏待过她。她心里明知道不能生的是二爷，还拿子嗣说事，这不是戳人心窝子吗？以前只是觉得她小家子气了一些，无伤大雅，没曾想这么不要脸。桌子上还剩下1封休书，祖母看了一眼，刚要说些什么。我不走。娘，王荣凤尚有容身之处，可我已无路可去了。就算您把我休了，他们也未必肯放我离开。再者，我出身将门，上头2位姐姐生前都是出了名的巾帼英雄，我与姐姐一样自由习武，流放路上还能护你们周全。娘说的对。娘，哪怕陆家还在，我也不可能舍下孩子跟夫君离开。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这封休书，我死也不会拿。没说要休了你，知道你不会离开。这里面装的是500两银票。倒也不是不能拿。娘，那个还能再多拿几封吗？你当外面站的人是傻的？我连银票都不敢往多了放。那怎么办啊？咱们身上随便藏一点给他们搜，多的都放淼淼身上，他身上都是屎，搜查的人肯定嫌埋汰。坏祖母，不要以为你压低声音我就听不见了。下一瞬，看到杨嬷嬷拿出来的金银珠宝和银票，她吸了吸流到嘴边的哈喇子。算了，埋汰就埋汰吧，银子不埋汰，哥哥们到底被吓住了，进屋都没出过声。祖母，现在往身上抹屎还来得及吗？抹屎是来不及了，尿裤子还来得及。见过吓尿裤子的，没见过吓出屎的。留给大家准备的时间并不多，一家人藏好值钱的东西，又简单收拾了些用得上的物件就出去了。空间能装东西，他们一家人现在又在牢里，哪怕江家被搬空了，都不会有人怀疑到他们头上。光线昏暗的牢房里，躺在娘怀里的他看着像是睡着了。大家脖子上的枷锁进牢房时就已经拆了。江之苗缓慢地穿过墙面，熟门熟路直奔江家后宅。吓死个人了！你知道刚刚被雷劈死了几个吗？11个！你说江家该不会真的是被冤枉的吧？哎，别瞎说，你不要命了？我这不是好奇吗？而且你见过哪家抄家这样寒碜的？那金银财宝都没有收起来的书籍字画多。小游魂刚从墙角穿出来，就看见2个守在后门的禁卫在窃窃私语。他心中疑惑，难不成他来迟一步，东西已经被搬完了？这不是我们该关心的。江丞相在御书房亲口认罪，岂能有假呀？你要是被冤枉，你能认罪？那必不可能呀！下一秒，
江之淼就将那塞得鼓鼓囊囊的钱袋子偷了。那禁卫找了一圈没找到。我钱袋子呢？是不是你偷了？哎，我偷你爹，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了？这里就我们2个，不是你还有谁？赶紧给我拿出来！我冤枉啊，我没偷。还敢狡辩！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拳打脚踢声伴随着一阵咒骂。趁他们打得昏天黑地、难舍难分的时候，江之淼又把他们身上穿的鳞甲跟佩刀给偷了。说，你偷没偷？哎，别打别打，是我偷的总行了吧？你想讹我你就直说。我去你娘的，你个死变态！你脱我衣服干什么呀？啊！士可杀不可辱，我跟你拼了！干完坏事的他害怕长针眼，没有多看，头也不回飘走了。江之淼飘到院里的时候，累死累活的禁卫也才刚将东西搜完。把封条封上，这些东西都抬。鬼，有鬼！趁此机会，江之淼唰的一下把整理好的几口箱子全都收进了空间。张大嘴，你们2个怎么回事？头，有鬼，有鬼！青天白日哪来的鬼？你们的衣服呢？大庭广众之下，赤身裸体成何体统？回去就给我领法。是真的，头，那鬼贪财好色，偷了我的钱袋子，还把我们扒了个精光。江之淼无语，贪财他认了，好色。他拧着眉毛看了看那2个歪瓜裂枣的禁卫，觉得自己名誉受到了天大的损害。谁会偷东西？净瞎胡扯！他怎么就偷你不偷我？我看你们是得了失心疯，回去再收拾你们。来人呐，给我抬！等等，箱子呢？头，这下你总该信了吧？有鬼！快跑啊！把人吓跑后，他以风卷残云的速度把江家里里外外都搬空了一遍。值钱的东西都在那几口箱子里，剩下的都是大件的床榻、桌柜和屏风，除此就是一家人的生活用物。只要是有用的，不论大小，通通搬走。将这麻袋扔去乱葬岗。微微一顿，莫名的就觉得那是他的祖父。祖父死得太不体面了，一生为国尽忠，为民请命，死后却落得个暴尸荒野的下场。生前还是那狗皇帝的授课恩师，他怎么下得去手？用空间里的水小心翼翼给祖父擦掉身上的血污，替他换上干净的衣裳，整理好仪容，然后就发现用水擦洗过的那道伤口居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可惜并没有奇迹发生，祖父仍旧一副死得透透的样子。江之淼只能暂时将祖父捡进空间。阿爹，大人真的被扔到乱葬岗了。消息是柱子从宫里冒险传出来的，应该不会有假，咱们找找看。好，没有大人，我们早就死了，不能让大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我们替他收尸。他爹，没有啊，大人吉人自有天相，会不会还没死啊？说不定被人给救了。是，大人一定还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活着。那就好，那就好，我还是头一次因为白花钱这么高兴啊。也没算白花。你说的对，要是大人遭遇了不测，连口棺材都没有，那多可怜啊。江之淼进了地宫，一进去眼睛都被亮瞎了。九龙金棺。江之淼将金棺搬进了空间，转瞬又将墓室里琳琅满目的金银玉器偷到一空，在光秃秃的墙面歪歪扭扭写下2行大字：
我劝天公种斗叟，把你变成一条狗。问君能有几多愁，变成狗你愁不愁？写完觉得差了点什么，又在旁边添了条赖皮狗，在狗头上圈出几个汪汪汪，写上赵德明。娘，爹是冤枉的，爹是冤枉的，他们给爹罗织了诸多的罪名，逼我们招认。我知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用，咱们只有保全自己，才对得起你爹的付出。他们说爹在御书房认了罪，我不信爹会这样。哼，人都死了，还不是由着他们一张嘴，说什么就是什么。开饭了，开饭了！娘，这饭不可能，我看斜对面牢房里的犯人都吃了。狱卒送饭过来的时候，我盯着，没有下药。我是不是要死了？欢迎说的不是这个，娘，是饭煮得太烂了。你看，江澄借着身体的遮挡，不动声色撩起了袖子，手臂上的鞭伤竟然结痂了。有的吃就不错了，往后的日子只怕更苦，忍忍吧。这饭是谁的？见大家伙的视线齐刷刷落在自己身上，他一个紧张，下意识也跟着摇了摇小脑袋。他都干了些啥呀？小家伙脸上蒙圈的表情太过有说服力了，大家都没有怀疑到他头上去。这事儿谁都不许声张，特别是你们3个小的，要是泄露出去，咱们全家都得完。皇宫灯火通明，守卫森严，御书房里，你说朕派去抄江家的禁卫被雷劈死了11个，还在江家撞见了鬼。皇上，卑职不敢有所隐瞒，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去核实过了，那11具尸体皮肤焦黑，身上带着雷击纹，系被雷劈死无疑，而且禁卫在抄没江家财物之时，装箱的财物不翼而飞，卑职带人前去查看，发现江家整个内里全都被掏空了，房子塌下来还差点砸死了好几个。一派胡言！朕是天子，受命于天，这天下都是朕，查抄一个江家，还能有违天理？皇上息怒！皇上，卑职所言句句属实啊！皇上，抄家的禁卫亲眼所见，他们青天白日之下被扒光了衣物，还看到了那只鬼的影子，事关重大，卑职绝对不敢谎报。看来江家比朕想的还要难对付，只怕他们早已对朕怀有不忠之心。皇上稍安勿躁，老臣有一计，不仅可以保陛下名声不损，还能让江家名声尽毁。哦，爱卿说来听听。皇上，天雷劈的毕竟是江家，只要消息不泄露出去，谁也不知道被雷劈的是什么。与其掩人耳目，不如说江家不忠不义，意图用厌胜之术谋害龙体，才引动天雷降罪。爱卿不愧深得朕心，若此计能成，朕便提拔你为丞相。啊，替皇上分忧是臣等分内之事，万不敢居功啊。事关皇室清誉，皇位巩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皇上万不能心慈手软呐。来人！江之淼还在震惊于这两狗东西的卑鄙阴毒，还愣着干什么啊？杀你的来了！莫名挨了一脚，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心如死灰的禁卫首领猛然一惊，谁？
谁在踢他？下一秒，他就看到了让人统统巨震毕生难忘的一幕。只见御书房大大小小的文房雅件瞬间消失一空，紧接着屋顶透光，西面通风，整个御书房上至重檐，下到门窗，全给拆了。啊！来人，快来人！护驾，护驾！权力果然是最好的补品，大补！护驾，护驾！江之淼灵机一动，飞快从空间里扔出一个尿壶，砸晕了狗皇帝，又连捅了狗皇帝好几刀，把血淋淋的刀子塞进正准备扶狗皇帝的严世忠手里。烫手山芋还没来得及扔出去，同为顺昌帝心腹的太监冯公公就领着一众亲卫杀了进来。严世忠，皇上待你不薄呀！大胆逆贼，竟敢行刺皇上，给我拿下！快传太医，皇上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就都别活了！放开！放开！小兔崽子，还当自己是三皇子呢！陆家没了，如今江家也要被流放了，谁还能保得住你？阿家能看得上你，那是你的福气，敢咬我，我呸！不知好歹的玩意儿！原本念着你年纪小，对你宽容一些，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江之淼顺手将刚才砸晕狗皇帝的尿壶从空间扔了出去，直接被砸出个血窟窿，晕死过去。哼，这尿壶还挺趁手的。谁？小表兄要是继续留在这里，还不知道要被欺负成什么样，立马将毫无防备的小表兄塞进了空间。这是什么地方？有人吗？有神仙吗？然而江之淼却不打算让小表兄知道自己跟空间有关系，所以没有出现。凭靠着重生前当游魂的记忆，江之淼又将京中大小的贪官府邸搬了个遍。空间的财物以恐怖的速度在积累，一直到天蒙蒙亮，忙碌了一个晚上的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牢里。娘，这都快晌午了，怎么还没有人来接手咱们？该不会是有什么变数吧？先别着急，流放圣旨既然已经下来了，轻易不会改变。杨嬷嬷，你向狱卒打听打听是怎么一回事儿。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杨嬷嬷忍痛花2两银子，很快就向狱卒打听到了消息。外边城门一大早就给封住了，只许进，不许出。说是宫里遭了贼，朝中许多大人府上也失窃了，损失惨重，如今正在大肆的搜捕窃贼呢。你们呢，就安心在牢里待几天吧。我还有小道消息，不过这是另外的价钱。还请小兄弟知无不言。拿到银子，狱卒脸都笑成一朵花，十分爽快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杨嬷嬷。怎么了？那位小兄弟说，狗皇帝昨天晚上遇刺了，而且皇宫和各大朝臣的府邸不单单是遭窃了这么简单，连吃的用的都被搬空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那小兄弟还说，昨儿个去抄家的禁卫在江家撞了鬼，你们猜怎么着？一个个吓得光着屁股满大街跑，还说咱们家的东西也让那鬼给偷了。偷就偷了，反正最后也不会落到咱们手里，能给狗皇帝添添堵也不错。娘，你不会真相信有鬼吧？没有，咱们昨天吃的是屎，何况假的又怎样？我就乐意当成真的听。祖母，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也信。
我也。娘，你以前教导我们，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要举止慎重，容颜端庄。有吗？什么狗屁皇帝，不过是个遭天谴的缺德玩意儿，死后估计连畜生道都不收。城门封锁。废物，一群废物！皇上，您一定要保重龙体呀！钱财乃身外之物，没了还可以再有。若是龙体有事，便是再多的钱财也找不回来呀！严世忠人呢？人呢？你把他叫来，让人给朕发布诏令，广求天下术士。朕就不信，朕治不了这个孽鬼。皇上，您刚性有所不知，严世忠谋逆犯上，胆敢行刺圣体，已被关进了大牢里了，就等着您醒来发落呢。你说什么？行刺朕的人是严世忠？奴才于何侍卫亲眼所见，皇上，那严世忠包藏祸心，不仅将您刺成重伤，还将您推倒在了地上。严世忠招认了。回皇上，刑部审了又审，人证物证俱在，可严世忠还在替自己狡辩，拒不认罪。传朕旨意，逆臣严世忠犯驾行刺，大逆不道，念其旧日之功，心存悯恤，故免其死罪。着即革除御史中丞一职，抄没家财，全族流放，与江家同往越州应罪。皇上，严家同江家一样，被那孽鬼搬空了。那孽鬼四处生乱，朝中有10余名大臣的府邸也是空的。既然如此，那就将田产和房产、地产一应私产抄了，折成银两充入私库。还有，差人秘密去皇陵，将陵寝里面的财物取一部分出来应急。奴才遵命。启禀皇上，工部尚书房继业携坚守皇陵的孟昭伟在殿外求见。宣。皇上，老臣活不下去了呀！前2日，我尚书府被偷了个一干二净，连个吃饭用的碗都没有。侧仇也让那丧心病狂的妖贼给偷了，害得老臣险些在茅坑蹲麻了腿。今日有听闻，那妖贼将老臣负责监修的皇陵给搬空了。皇上都说苦海无边，那苦海里的水，起码有一半是老臣心里的苦水。那妖贼在京城兴风作浪也就罢了，没想到竟如此胆大包天，不仅敲了陵寝地砖，搬走了金棺，还在墙上留下恶言，羞辱皇上。什么恶言？老臣不堪其耻。孟少伟，你来说。皇上，卑职不敢有辱圣听，这才让人照着原样临摹了出来，望皇上恕罪。不杀妖贼，朕誓不为人，誓不为人。皇上，来人呐，快传太医！在关押了整整5天之后，江家人终于被押送上路了。怕是不能活着到流放地了，那么远的路。哎呀，你说这江家好端端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种事儿？要不是皇上宽宥，只怕呀
连这命都没了。可不是嘛，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都做到丞相这个位置了，还不知道知足。听说前几天府上还被雷劈了，也不知道这背地里做了多少亏心事儿啊。他们在背后指指点点，犹如猖獗的伏蚁，卯足了劲儿想要将倒地的青松蛀空。别冲动，华英，咱们如今是戴罪之身，不好跟他们正面起冲突。那确实，要真是当街起了争执，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爹是守本分、知进退的。娘，你撒手！我要跟他们当面对质，绝不能由着他们胡说八道，败坏江家的名声。他小时候还问过爹，为什么别人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爹却如此节俭。哈哈哈，肚子管饱就行。这世上吃不饱饭的百姓还有很多呀。如果哪天人人都能吃饱饭了，爹肯定摆上最精细、最美味的食物，同贺这盛世清明啊！他爹到死都没摆上盛宴，他也没看到他口中的盛世清明，只有眼前这一张张极尽嘲讽、张牙舞爪的人脸。江家已经不是从前的江家了。阿远，一个被打断手脚、苟延残喘的人，是擦不干净满屋子的灰尘的。这位大娘，我看你有几分面熟，不知你在江家的侄女可是叫桃香？眼见一副凶相的官差绷着脸就要发作。大人，那钱掉了，是您的吧？我钱掉了，得回去找找看有没有落下的。你们留在原地看着点他们，我很快回来。人群里，我侄女就叫桃香，怎么了？原来真的是他。他行为不端，与已有妻儿的奴才在府上私通，还偷了主家的东西，最后栽赃陷害他人，被逐出了江家。这事儿没告诉你吗？这他还真不知道。你不知道也是情有可原的。江家当时念着女儿家的名声，没有过多追究。没想到她当时还怀了那奴才的孩子，现在孩子都1岁了吧？你说什么？那孩子是奴才的？富贵已经被江家赶出去了。不过你好像很惊讶，难不成桃香带着她的孩子嫁人了？哼，妙啊，妙极了！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江家做了那么多亏心事，遭了雷劈，还好生生站在这里没被劈死，这雷还挺温柔的。希望诸位做亏心事遭雷劈的时候，也能遇到这么温柔的雷。捡钱的官差回来了。大人，您的钱捡到了吗？这是我刚刚从地上捡的，您看看是不是你掉的？我就说怎么没找到。走吧，先到城门口去，等会儿还有人跟咱们会合。娘，您说跟咱们会合的究竟是什么人呢？总不能是跟着咱们一起流放的吧？应该不是。老夫人，是严家，严家被抄了，要跟咱们一起流放呢。行刺狗皇帝的人是严世忠，前几日打探到的消息是真的。他们说近来多了个妖贼，狗皇帝都已经发布通缉悬赏令了。如今啊，正广求天下术士来抓妖呢。胡说八道，这世上怎么可能有妖鬼？你们信吗？不信。我也不信。我也。等了1刻钟，严家人陆陆续续被押送到了城门口。娘，我不想被流放，我想留在京城啊。流放越州那么远，没有马车，我们怎么去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都给我消停点儿，哭哭啼啼的笑什么？没得让别人看了笑话。何况只是去流放，又不是要了你们的命，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再不济，还有人送东西，
有人跟着伺候，总好过有的人连个阶级都没有。你们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怕不是在牢里被关成傻子了。喂，姓姜的，你把你妹妹送给我们当奴婢啊？上次我让她给我当小妾，可把你们急的，竟敢打我。这次便宜你们了，反正她跟着你们也是受苦受罪，让她给我们当奴婢，我们大发慈悲，在路上接济他们一下，怎么样？妹妹，跟着哥哥念蛤蟆。你疯了吧？竟敢教她那牙都没长齐的妹妹说话，她要是会说话，我就当哑巴。蛤蟆，癞蛤蟆，蛤蟆，癞蛤蟆，蛤蟆。小小年纪就学骂人，果然是一脉相承。长大了也不是个什么好相与的。哼，怎么没骂你，你急了？我乖孙女儿什么时候骂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她骂的是人。咱们年纪没相差多少，你倒是比我聋的还快。我家淼淼分明说的是蛤蟆，我看你这老太婆是被人骂得多了，听什么都像骂人的话。怨不得别人都说你小肚鸡肠，没有容人之量，连个小娃娃学说话你也管。那天挑粪的从你面前路过，你是不是也得尝尝咸淡？原以为当了这么多年的姜家老夫人，你会有点长进，没想到是我高估了你。村妇就是村妇，哪怕飞的枝头再高，也改变不了你身上的粗鄙。我骑马往枝头飞了，哪比得上你呀？自甘下贱，尽往烂草根里钻。蛤蟆，老夫人，何必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一家子老弱病残，没到越州都要被路上的风霜挫磨死了。等上了路，自有他们求您的时候。哼，没人接济，看你们能撑多久。兴许能给你们送终。老夫人，这是阿爹阿娘让我拿来给你们的，你们一路保重。老夫人，您还记得我吗？1年前在大街上，您给了我银钱，让我带孩子去医馆看病。您看，松根已经好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您一定要收下。老夫人，还有我的，小老儿不知姜家有没有做过那等事儿，但小老儿实实在在地受过姜家的恩。此去，愿老夫人与诸位小主明月镜照，清风相伴，无忧无余。还有我也来送老夫人了。又有许多人站了出来，将早早准备好的东西送出。他们犹豫过，踌躇过，也害怕被牵连，可最终还是选择遵从了本心。姜老夫人喉咙哽住，嘴唇颤动，看着这一幕，眼尾泛起了红。她突然就想起了老伴说过的话：多行善事，莫问前程，心怀坦大，自见光明啊！多谢大家肯来相送，我替姜家上下拜谢诸位。老太婆，真有人接济，她又不乐意了。老夫人，奴才有负重托，没能打探到老爷尸骨的下落。不过您放心，奴才会继续打听的。等奴才为老爷收敛了尸骸，就去越州找您。好，快走吧。
他们也来人了，我们一定会平安抵达流放地的，你也保重。原来祖母早就暗中差人打听祖父尸骨的下落了，想来祖父跟祖母的感情也是极好的。祖父现在还在空间的金棺材里躺着呢，路上不便，只能到流放地再让祖母看看。哎呀，能否借一步说话？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非要借一步说？哈木，哈木，哈木。崽啊，刚学的话咱不能乱用。怀英，上次我只当你说胡话，我已经安排好了，流放绝非儿戏。如果你打心里想着苗苗好，就一步听我与你细说。一道小身影毫无预兆从旁边撞了出来，将没有防备的方希玉撞得狠狠摔在地上。夫人，滚！我妹妹不会跟你走。你们干什么？亏我们家夫人一片好心来送你们，你怎能如此无礼？我没事，怀英，我是真心替你着想的，我也是淼淼的表姨呀，还能害淼淼不成？你放心，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代替淼淼的死婴，只要你配合，淼淼一定会没事的。这一路上风餐露宿，淼淼这么小，一场风寒都能随时要了她的命。你不为淼淼着想，我却不能狠下心不管呀。你咒我妹妹死！沈夫人不是来送我们的吗？既然如此，你们带的东西呢？总不至于空着手来的吧？我太过着急，忘在马车上了。青莹，你怎么也不知道提醒我呀？如此粗心大意，还不快回去拿？不必了。你上次提出来的时候，我就没打算同意，你请回吧。没听到话吗？我娘让你滚！我们家夫人好心帮你们，你们竟拿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怎么有你们这种人呢？夫人，既然他们执意如此，你就让他们走好了，等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也是他们自作自受。青莹，你少说两句。怀英，我们自幼一同长大，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今天绝对不会来这一趟。也罢，既然你决定好了，我就不当这个恶人了，免得好心相帮，却成了让你们母子分离、兄妹一滴的罪人。青莹，我们走吧。毕竟以往的情分确实是有的，可女儿的特殊却容不得她有半点疏忽。也许是她太过紧张了，现在抱着女儿，看出江家人以外的每一个人都像心怀不轨。江之淼趴在娘的肩膀上看方希玉走远，忽的就拿出了小黑猪跟了上去。小游魂跟在马车后面，一路飘到了承恩伯府沈家。夫人如何了？回去再说。林翠荣于是遣散了随行伺候的仆妇，与紧跟方希玉一道回了院子。这事儿没成。夫人，您说过的话可不能不作数啊！我们都打算把孩子的命舍出去了，你答应给我们100两银子的。江之淼木着脸，一直以来不解的事在这一刻突然有了清晰的眉目。只不过这真相太丑陋了，世人都说鬼可怕，他现在觉得人心才可怕。上一世林永才和马玉莲对他一个孩子那么仇恨，却原来这其中藏着这样歹毒的阴私。我只给你们50两，从此以后离得远远的，别再出现在我面前。是，夫人，我们拿了银子马上就走。夫人，江家人许是对你起了戒心，咱们不如在流放路上动手，差人将那小贱种偷出来弄死。等江家日后飞黄腾达了，咱们再将瑶瑶送过去，如此江家算是欠咱们一个天大的人情了。到时瑶瑶便是这天底下顶顶尊贵的人，想要什么不能得到，
沈家的劫难也就不攻自破了。你说的对，我本想留那小贱种一命，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夫人，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等他们出了京邑，咱们就鞭长莫及了。夫人，您关门就关门，怎么还让人把门从外面给锁上了呀？什么味道这么臭？哪里的油洒了？怎么回事？哼，慌了，晚了。一个火折子凭空掉落在地上，火星四溅，火焰轰的一声，如同虎扑一般迅猛燃烧起来，熊熊火势几乎瞬间将屋子吞没。江之淼就把扯着嗓门哭的小崽子扔进了空间。看到突然出现在身边哭得惊天动地的奶娃娃，他又疑惑又愤怒。丧心病狂，居然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空间外，沈家正院已经冒起了滚滚浓烟。不好了，着火了！来人呐，快灭火呀！夫人还在屋里，快救夫人！烧吧烧吧，烧得越干净越好。不行，这是火油，不能用水，别泼水了，快去找沙土。可火势不等人，不多时，整个正院都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夫人！江之淼一直在沈家等着，看方希玉几个挣扎哭嚎，在浓烟中呛晕过去，最后被扑过去的烈火一点点吞噬。等到大火将屋子烧成灰烬，最后一点火苗熄灭，他才卷空了沈家的东西跑路。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找到沈逸阳。刑部和大理寺的人带着禁卫奉命匆匆赶来。伯爷节哀，人死不能复生。这位大人一定要严惩凶手，替我沈家和我夫人讨一个公道。我们尽力。暮色将垂，夕阳把流放队伍的影子拉得很长。今晚就在此地歇息。都坐，站着干什么？眨眼。二叔江远失魂落魄地杵着，看向来时的路。不就是和离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年轻，以后还能和离好多次。娘，你怎么不盼着点我好啊？我已经在盼着你好了。你瞧瞧你现在这个寒碜样，再惦记王氏，你以后连媳妇儿都讨不到。我只是没想到夫妻一场，最后他都没来看我们一眼。我不稀罕。我不稀罕。二叔目光看到谁，谁就摇头。到底是自个儿的儿子，祖母还是不想他蒙在鼓里啊。你知道他要和离书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他犯了七出之罪，没能为你留下一男半女，本就应该被休弃。这是多怕我们江家阻了他的锦绣前途。哼，我知道了。趁着天还没黑，赶紧捡些柴火来，免得等会儿摸下什么也看不见。怀英，你照顾好淼淼，我带着几个小子去捡。老大老二，你们去找找看哪里有水。嬷嬷，你找找看独轮车上有没有粟米，晚上熬点米糊糊给淼淼喝。正要向官差打个报告，亭子那边就吵了起来。你什么意思？这亭子是我们先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在里面休息？让你们让，你们就得让。废话这么多，不就是想要银子吗？给你们，赶紧滚！你不要欺人太甚。虎子，算了，我们走。而严家那边的差役仗着人多势众，占了唯一的亭子，将严家老太婆和严家嫡系殷勤地迎了进去。江之淼看见爹拿着2个瓦罐离开，还顺手抱走了一路上薅的草，难道晚上要喝青草汤？
江之淼小肚子饿得咕咕叫，这几天他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为了吃上这一口粮也挺费劲儿，就是不知道爹有没有找到干净的水源，如果没有，那就白忙活了。淼淼乖啊，娘马上就喂你。饭都喂到嘴边了，江之淼却不肯喝。流放是个体力活，又苦又累，如果不戒奶，娘铁打的身体熬不住。见女儿不吃，淼淼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看到娘担忧的眼神，急得不行的样子，小家伙两眼一闭，算了，这是最后一顿，待会儿再想办法弄些吃的给娘补补。江之淼只喝了几口，就又睡着了。淼淼今日睡得有点多，吃的也少。晚些喂点米糊糊看看。少夫人别急，许是换了环境，小主子还不适应。别看小主子年纪最小，可聪明着呢。这一路上啊，都不哭不闹不吵人。哪像严家那几个小瘪崽子，都8、9岁了，还像没断奶似的嚎个不停。祖母，我饿得没有力气了，咱们今晚能吃到肉吗？如果能找到水，就能煮吃的。我让杨嬷嬷给你们放点腊肉。没有别的了吗？我明白了，我以后少吃点儿。一只野鸡突然从草丛飞了出来，扑棱着翅膀直直撞在了江明浩身上。祖母，鸡，我抓到鸡啦！小周、小峰，快点把捆柴的藤条解下来。这只鸡尾羽短，毛色不艳，是只母鸡。你们把鸡看住了，我去那边找找看有没有野鸡蛋。祖母，我跟您一起找。没有就算了，毕竟是碰运气的事儿。秋天天气干燥，野鸡很少在这个时候产蛋的。咱们用衣服兜着吧。没曾想运气这么好，竟真捡到了一窝鸡蛋，干粮到底不如野鸡蛋有味道。你们这个年纪也还是个孩子呢，这些好运也分你们一点儿，补补身体。两个年轻官差因为刚才自己人被从亭子里赶出来，心里还憋着一口郁气，听到这话绷着一张冷脸。孩子，谁会把他们这些底层挣扎的苦命人当成孩子？开玩笑。祖母和哥哥一行人离开后，很快就有人找了过来，似乎也想碰碰运气。江家人刚才在这里抓到了一只野鸡，我亲眼看见的，还掏到了野鸡蛋。快找找看还有没有。都给我闪开，这片林子里的野鸡和鸡蛋都是我们的，看谁敢抢。你们几个进去给我找。江之淼原本没打算管，正要走呢，就看到严家那几个小瘪崽子来了，颐指气使让旁边的人钻草丛，看着就很欠打的样子。他手痒了，灵机一动，往外放了几只小雄蜂，又往他们身上甩了几滴小雄蜂最喜欢的泉水。哎，哥，这真的能晕到鱼吗？不确定，明天就知道了。这水还挺凉快的，适合洗脚。可惜咱们不能只顾自己，严家那边的人还没来取水，这林子里也就这一处有水，总要给他们留点儿。江远心说，他大哥就是读书读太多了，君子守节，做不出缺德事，这时候了还跟严家人讲道义。他正蠢蠢欲动，却不想旁边那两个取完水的官差比他更快一步。这水确实凉快，江大公子和江二公子要不要泡一泡？谢谢，有点被臭到啊。这会不会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亭子都让给他们了，我们不过在此地洗了个脚，相信他们不会在意的。你们洗吧。爹跟二叔一出现，江之淼就看见了，见他们两个虚弱的样子，心想
不光娘得补，爹和二叔也得补啊。哼，太好了，有米糊糊吃了。先给淼淼把米糊糊熬上，乖仔不喝奶，小肚子都快饿瘪了。没瘪，还能再撑一会儿。夫人，您去歇着，我来就行。嬷嬷，把野鸡蛋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煮一个，怀英也吃一个，剩下的跟独轮车上的鸡蛋放在一起。淼淼能吃的东西不多，留点给她吃。祖母，我不吃。留给妹妹。我不喜欢吃鸡蛋。娘，给孩子们一人煮一个吧，我就不用了。江之苗扯着小嗓门咿呀呀爱，好像是在说煮都煮，一顿吃2个，顿顿都能吃。怀英就不说了，你们不多吃点儿，难道还指望妹妹以后保护你们？今早上的事儿都看见了吧？严家那几个小的这么欠，我们老的不好跟小的计较，就靠你们了。你们难道想输给他们？鸡蛋没了还能再有，可这面子丢了就捡不回来了。此言一出，别说几个小子了，江之淼都恨不能用鸡蛋把自己一口气吃成个壮子。输给谁也不能输给严家那几个小瘪崽子。哎呦，祖母的心肝啊，怎么弄成这个样子？造孽呀！看看，这都肿成什么样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少爷不懂事儿，你们难道也不懂事儿吗？怎么由着他往林子里钻啊？还有你们怎么也不知道拦着点儿，就看着俊宝被风蛰，没你们这么不顾手足的，都给我好好的跪着反省，今天晚上的饭没你们的份儿。江之淼心想，幸好江家和气，上下一心，要不然以他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样子，被骂都还不了嘴。都是严家的孩子，怎么还偏心成这样？那老太婆向来把嫡庶尊卑看得重，几乎把长子长孙当命根子，会这样也不稀奇。那严家二爷不也是他亲生的吗？瞧着似乎不太得宠，要不然也不会连自个儿的孩子都护不住。少夫人有所不知啊，严家的老夫人当年生第2个时难产大出血，人差点没了，所以一直都不待见二儿子。再加上杨二爷连着生了3个女儿，虽是嫡次子，可在严家的地位差不多跟庶出的一样。江之淼偷摸往里加了泉水，又在一边煮鸡蛋的瓦罐里多放了4个鸡蛋。下一口米糊糊又到了，他赶紧张开嘴晃了晃脚丫子。严家那边也只是吵闹一阵。祖母，我要喝鸡汤，我要吃鸡蛋。现在弄不到，你先吃点别的，等过了城镇，官差进城采买粮食，我想办法让他们给你带。我不，我就要现在吃。祖母，你让人去给我抢来，他们人少，我们人多，快点啊！不然就让他们给吃完了。严阵以待的江家人惊呆了，这风好生厉害，竟追到营地里蜇人。咱们离他们远点儿，别被殃及了。乖宝，别怕，有咱们在，没人敢抢你吃的。谁要敢来，祖母打断他们的腿。一起打。往后咱们有好东西藏着点儿，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看着里面整整齐齐的8个鸡蛋，又默默盖了回去，又掀开又盖了回去。
尽管这几天在牢里对于时不时凭空冒出来的东西已经屡见不鲜了，杨嬷嬷还是会被惊到。我今天煮了8个蛋，一人吃1个。大家齐刷刷看向杨嬷嬷，又探头凑到热气腾腾的瓦罐上看。罐子里除了4个浅褐色的野鸡蛋，又多出来4个浅粉色的家养鸡蛋。祖母，该不会是祖父显灵了吧？别瞎说，杨嬷嬷多煮的。心里琢磨着，难不成真是老爷子显灵了？杨嬷嬷不会擅作主张，更别说冻淼淼的口粮，这4个鸡蛋一看就是多出来的，像这几日多出来的吃食一样。正想着老爷子是不是功德圆满羽化登仙了，余光一瞥就瞥见了儿媳神情不属的脸，像是有什么心事。怀英，娘，你叫我？没事儿，待会儿鸡汤你多喝点儿，鸡腿儿都给你留着。好。不对劲儿，你这阵子要多关心关心怀英。陆家出了事儿，江家也出了事儿，最不好受的就是你媳妇儿。你如今为人夫为人父，是怀英跟几个孩子最大的依仗，哪怕天塌下来，你也得振作。是，娘，你也要保重身体，我会将怀英还有孩子们照顾好的。江之淼抬头看看神情温和的祖母，祖母好，又看看认真听训的爹，爹也好。也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睡得多了，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江之淼就有些睡不着了。江之淼瞥了严家那边一眼，没有理会，继续给空间里的小表兄和新来的小可怜投喂食物和完善庇护所。突然发现那日他从乱葬岗捡来的麻袋不知道什么时候瘪了。他赶紧将麻袋提溜起来抖了抖，什么也没有。天塌了，一个脏兮兮的小黑孩在面无表情地偷他的金子。小黑孩抱起一块沉甸甸的金砖之后晃了晃，一头栽在地上晕过去了。江之淼发现他是饿晕的，想到小表兄正好缺个会说话的伴，江之淼索性把这不太聪明的小黑孩打包和小表兄还有小可怜放在一起，等到流放地之后再做打算。严家那边究竟怎么回事？大晚上还没个消停，明天是不想上路了吗？哎呀，好像吃坏肚子了呀。该不会是喝咱们的洗脚水喝的吧？新的一天，江之淼是被枝头唱歌的小鸟叫醒的。快收拾收拾，把东西都带上，别忘了淼淼的尿布。怎么了这是？这严家的又在整什么幺蛾子？严家那边老的小的还有部分差役吃坏肚子了，拉了1个晚上。也好，让他们静静肠子，免得满肚肥肠装的都是屎，一张嘴就往外喷。出发前，严老夫人的侄子，也就是如今的靖远侯，为了他这个姑母，特地将押送的差役上下贿赂了一遍。所以在别人还苦哈哈赶路的时候，严老夫人和严家大房全都解了手镣，坐上了马车。爹，祖母不待见我们，不让我们上马车。您腿脚不好，我们求一求祖母，让您上去吧。马车坐不下那么多人，你祖父祖母还有大伯他们吃坏了肚子，爹就不上去挤了。兰兰是不是累了？再坚持坚持，要是走不动了，姐姐背你。不用，长姐，兰兰可以的，还能走。他们说10里地有个驿站，应该很快就到了。一行人紧赶慢赶抵达驿站时，在此地歇一炷香，谁敢逃跑，严刑伺候。江家人也找了处空地歇着。淼淼，叫声哥哥听听。先叫哥哥。长幼有序，先叫爹。
淼淼乖，叫爹爹。先叫哥哥。江之淼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万万没想到一个江家长子，一个江家长孙，居然这么幼稚，竟能因为这件事争起来。淼淼，先叫二哥，二哥以后给你当牛做马。他眼睛亮了，当牛做马，实在很难让人拒绝。才憋出一个声，视线就被一个金灿灿的小拨浪鼓吸引了过去，瞬间把爹和哥哥给忘了个干净。哎呦，小财迷，都落到这种境地了，还笑得出来？带上这么个拖累，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说来也怪，都是一个地方打的水，没道理我们拉了一晚上，他们却一点事儿都没有啊。老夫人怀疑他们在水里动了手脚。若是单纯的吃坏肚子，没道理吃了止泻药还这么严重。而且昨天吃过晚饭的全都没能幸免。依我看呐，不是他们江家人，就是押送他们的那些官差干的。咱们昨晚占了亭子，他们若是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也不是没有可能。真是好大的胆子！若真是那些官差做的，江家人也必定知情。可他们居然眼睁睁看着我们中招，这实在是可恨。老夫人，这事儿绝对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否则下回还不知道把咱们小少爷害成什么样呢。你说的对，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总要给他们个教训，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流放队伍连着走了半个月，一路往南长途跋涉，终于到了与随州交界的石沟村。接下来的路只怕不好走。瞧着进了村明显松懈下来的官差，实在不行咱们就逃吧，我看今晚是个好机会。带点吃的上楼。哥，你也觉得我这主意不错是不是？那倒不是，只是担心你下辈子做个饿死鬼。被杨嬷嬷抱在怀里的小家伙看着二叔脸上渐渐消失的笑，没忍住仰头咯咯笑，太好笑了。不许笑！捏疼淼淼，我就让你哭。那些官差看着跟这村子里的村民很熟，如此放松警惕，只怕有所保留。咱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按照大禹律例，凡流放途中出逃的犯人，一经发现就是死罪，都不需送往官府，就可由押送官差当场动刑。咱们家老的老小的小，不一定全都能跑掉，太冒险了。何况事情未必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先找个地儿好好休整休整，给淼淼洗个澡吧，孩子都快馊了。东屋有3间房，你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歇着吧。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知会，价钱好商量。厨房啊就在旁边，里面锅碗瓢盆都有，菜园里有新鲜的蔬菜，旱厕在院子后面紧挨着猪圈。看你们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你给个数，这些呀通通可以让你们用。看到老夫伸出2根手指头，2两，20两。你明明可以抢的，为什么要跟我们商量啊？老夫人，反正咱们这一路上沐天席地，睡山洞睡野林都睡过来了，也就1晚上，实在不行咱再忍忍吧。祖母，我们今天晚上不吃也没关系的，我们走吧。走。10两也成，10两也成。老夫人，还是算了吧，咱们这一路打点也就剩下10两银子了，要是给出去，一家人往后啊都要喝西北风了。娘，
还有1个半月才到流放地，咱们还是省省吧。给吧，这10两银子也支撑不到流放地，咱们就好好过完今天，往后听天由命吧。啊，这家里已经拮据到这个地步了吗？你们家的小娃娃还没有1岁吧？哎呀，算了，都是苦命人，我只收你们5两。你定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拿着吧。我就拿5两，多的1分都不要。说完，害怕自己连剩下5两也保不住，不敢多留。娘，这……看样子是不会要了，收着吧，等明天离开，悄悄放在屋里就行。话音刚落，外面就传来了老汉问询妻子的声音。那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京城来的，说是江家犯了事儿，要流放到越地，看着也不像是大奸大恶之人，带着几个孩子呢。把钱还给人家，咱们家不能要这个钱。你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还乱发什么善心呢？闲着你了是不是？这钱我想要吗？还不是为了宁和嘉兴，能借的钱都借遍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呀？难不成你真准备跟人进山去找那老十字的虎骨？你这哪是在救嘉兴啊，你这是在要我的命啊！老妇掩面呜咽，一家人心里也跟着难受起来。祖母，什么是虎骨？咱们有吗？虎骨是大虫的骨头，是一味名贵珍稀的药材，可治筋骨毒风，避鬼助邪气。咱们没有这种东西。虎骨？我们有啊。为了让大家长长见识，他咚咚2下把空间里御药房偷来的骨头砸了出来。娘，神仙是不是在偷听咱们讲话呀？你想好了再说。我们是不是吵到神仙了？江之淼没看狗腿子二叔把虎骨又收了回去，这还是大伙儿第一次看见东西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的。怎么感觉像是在特地告诉我们有虎骨似的？算了，还是等他们自己发现吧。经过这半个月的观察，他终于确定了淼淼是有宿慧之人。他只希望女儿的特殊能力将来不会变成裹挟束缚她的捆绳。不管有没有，都不适合拿出去送人。帮人的法子有很多，如今外面的通缉令遍地都是，咱们能不惹麻烦就不惹麻烦。等到夕阳的余晖一点点从窗口消失，才出去借用厨房开始烧水做饭。江之淼泡在装满温水的澡盆子里。淼淼啊，娘知道你能听得懂娘说的话，对不对？我猜你肯定也很想为家里做些什么。家里的事儿有大人操心，你还是个孩子呢，还没满周岁呢，娘也会心疼的。你有爹娘，有祖母，有哥哥，一大家子人呢，天塌下来也有我们顶着啊。所以淼淼，答应娘，往后遇到事情先让我们来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你再帮忙，好吗？娘不知道你的能力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你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在你没有长大之前，没拥有绝对强悍的实力之前，这样的能力能少用就少用啊。这些呀，是今年晒的菜干，不值几个钱，你们留着路上吃吧。晚上没什么事儿啊，别到处乱跑。这半年虎患闹得凶，已经咬死了村里的好几个人了。咱们才来这里住1夜，可村子里的人世世代代都在这里生存。既然有虎患，
为什么没人来解决呢？要是有人管这件事儿，也不会让村民逼不得已自发组织人手去打虎了。这世道啊，多的是尸位素餐，将百姓视为蝼蚁之人。怎么偏偏是咱们最无能为力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了。若是以前的江家，兴许还能想办法解决，可如今他们连安身都难，更别说帮村里人解决虎患了。老夫人，这儿有个布包。因为被菜干捂着，垫在最下面，要不是杨嬷嬷将菜干拿出来，都没发现。谭大娘还是把那5两银子送回来了。祖母，谭大娘为何不收我们的钱？从前去逛五味街的时候，听说我们是江家人，店家也不收我们的钱。街头老伯卖的雪花酥可好吃了。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祖父在用自己的方式守着我们呢。娘，人死后真的会变成星星吗？会的。我们出去看星星吧。我想祖父和外祖父他们了。今晚的星星很亮很多，坐在屋檐下一抬头就能看见。这个是祖父，那个是外祖父，那个是别人的祖父和外祖父。哥，祖父常说高处不胜寒，他好像有点恐高。如今难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容身之处，都睡得很沉。江之淼就是在这阵阵狗吠声中醒过来的，刚醒就听到了院子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响动，声音细微，有人。他以为只是谭大娘老两口起夜，直到闭上眼睛去看，才发现院里多了道鬼鬼祟祟的影子。他一动，狗吠声都没吵醒的爹娘瞬间就惊醒了。淼淼怎么了？是不是尿了？江之淼还在想怎么用最简洁的法子让爹娘知道屋子外面有偷子，拧着小眉毛努力咿咿呀呀比划一顿，对上2张全然懵逼的脸。他眨了眨眼，可爱的小手指头往屋外指了指，用稚嫩的嗓门喊：哈姆，哈姆！有贼！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偷什么不好，竟敢偷咱们的独轮车！可夫妻2人行动受限，再快也没有那偷子快。眼看他就要翻墙逃了，一个尿壶咻的一声，听到动静火烧眉毛般赶出来的江家人，数双眼睛纷纷相对。江之淼赶紧把尿壶捡回了空间，销毁证物。众人看了看乖乖坐在沿街上一脸无辜的小奶娃，又看了看已经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偷子，难以置信。江老夫人觉得自己有点像是在梦里，退回了屋子。冷静过后，又重新打开了门，见儿孙呆若木鸡的样子，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把淼淼从地上抱起来！刚刚发现小孙女疑似那个藏在他们身边一直帮助他们的神仙时的震惊、诧异、激动、惊喜全没了。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突然急急走过去，脚步甚至比儿孙还快。祖母不管你是妖是仙还是鬼，只问一句，你还是淼淼吗？娘，是淼淼，她是淼淼，是我的孩子。不怕，乖宝不怕。谭大娘和老汉也赶了出来。发生什么事儿了？有人想偷咱们的独轮车，被发现翻墙逃跑，不慎踩空摔晕了。不知道老姐姐和老姐夫可认得这人？这不是何儿吗？怎么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他是哪家的？村长何正德的二儿子何根生。你们进村的时候跟人起过冲突？不曾。那没道理，何正德一家的条件虽然比不得镇上的大户，可在石沟村
也是数一数二的，怎么可能来偷你们的独轮车？今天晚上的流放犯人里，有谁在何家落脚？就那几个坐马车的，不像流放犯人那几个。他们马车停在何家门口，晚上不少人还捧着饭碗去那边看热闹嘞。还是把人弄醒了问问吧。去找些蜘蛛网来给他止止血，看样子摔得不轻。何儿，偷东西偷到我家来了，你可真能耐啊！一家老小救命的口粮你也偷，也不怕吃下去噎死你。你老老实实交代，是不是有人指使你来的？我没人指使，是我自己看他们不顺眼，想教训教训他们。说谎也不打草稿，人家才刚来石沟村，能跟你有什么过节？要不是看你跟嘉兴一块长大，我才懒得管你。既然这样，看在谭大娘和大爷的份上，我们也不好继续追究你的过错。我们只好当你没偷过，明日再告诉严家人，你见我们一家老弱不忍下手，提前将他们供出来了。你跟他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呀？反正都知道是谁做的了，要我看呢，不如直接把他打一顿来得解气。你脑袋跟脚拇指长反了，打打杀杀成何体统？我们是讲道理的人。你放心，我们不会为难你的，只要你如实交代，再赔我们些腊肉鸡蛋还有粮食，将车装满，我们就当没这回事儿。你回去就说你来了，但是被谭大娘发现了没得逞，我们答应不将你供出去。你好好想想吧，严家的那几个品性不堪，这事儿闹大了，对你们何家没好处。淼淼是他们家的福宝，他们这一路上沾了淼淼的光，过得比别人都要好。可不管怎么说，小家伙才这么丁点大呢，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不知道淼淼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哪儿能真让他养着一大家子？哎呦，我看你就是猪油蒙了心了，人家猜都猜出来了，你在这儿隐瞒有个屁用啊！我们两口子反正是帮不了你了，你自求多福吧，别到时候惹火烧身，连哭都没地方哭去。你们真的不会说出去？我们要是会说出去，就不会站在这里跟你商量了。那行，你们要的东西我明天一早就托人送到这里，你们就做个样子，当成是跟谭婶买的。无利不起早，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就20两银子，还承诺给我们家某一个县里的小官，我们一时想差了才干这种事儿。他们只让偷你们的独轮车，没让害你们的性命，我们这才答应。害人性命这事儿，我们何家可是绝不会做的。你知道他们一家有多穷吗？他们穷的都快要住不起了，身上连1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这独轮车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你偷他们的独轮车，就是在谋害他们一家老小的性命。你回去吧，我们不找你麻烦，只要你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也别抱有侥幸之心，以为将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严家，他们就会相信。我们与他们一道走来，自然是多有了解，知道什么法子更容易让他们起疑心，所以不要有多余的举动。是。村子里狗吠声仍旧未止。期间押送他们的差役头领杜老大带人来查看了一遍。严家那边跑了几个，看押他们的人今晚别想睡了。我倒是希望严家那几个都跑掉，好让这些孙子吃吃苦头，免得一路气焰嚣张，净跟咱抢地盘儿。别想了，村子里有专门训练过的狗，个个都盯着那点赏金呢。
他们插了翅膀也飞不出去。屋子里一家人围在那点几乎快要熄灭的灯火旁。幸好咱们没跑啊，就是不知道那几个人会怎么样啊。就看严家那老太婆保还是不保了。若是舍得花钱，官差也不至于太不留情面。比起这事儿，我倒是更好奇，严家那老太婆为什么费此心思来对付我们？上次严家那些人腹泻不止这件事儿，是你干的吧？不是，他们是喝了王大夫和罗顺东的洗脚水才拉的，跟我没关系。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在那蓄起来的小水池里洗脚的。你骗骗外面的人也就罢了，连你老娘也骗。是我。那你装的还挺像。你什么时候给他们下泻药了？我咋不知道呢？我说要晕鱼的时候，那些草其实是龙虎草，与虫泽和原花皆是菌下逐水药，有泻水逐饮之效，作用迅猛。对，我跟大哥一起下的。你连是什么草都不知道，你对什么对？虽说咱们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但咱们的性子也不能因此左了。你们觉得这事儿做得对吗？是有点缺德。这不是缺不缺德的问题。江之淼心想，祖母宅心仁厚，江家作风正派，见不得这种背地里使阴州的行为也是正常的，毕竟太损了。你从前做事儿不是这般性子，怎么这回如此大意，还让人给发现了？等等，这对吗？江之淼觉得天底下最大的敬，莫过于他对家人的滤镜。虽说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突然间出现在脑海里的，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倒药的石头我给洗干净了，草药也是埋在沙石底下的，而且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将草药处理了，与我随行的官差也就有透露出去的可能。这事按理说不会被发现。你怎么确定他们不会透露出去？因为王大夫和罗顺东在那里洗了脚，是我有意诱导的。他们以我是一个省省的蚂蚱，报了我对他们没好处，而且他们跟严家起过冲突，想必更乐见严家倒霉。娘，我以后肯定好好读书。晚了，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树都砍了，你还想折枝？怎么不等你老掉牙了再去胸口碎大石？看来那严家老太婆也没有掌握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只怕连她自己都不清不楚，就先怀疑到我们头上了。今晚这事儿便算抵消，若她再敢动手，咱们也无需跟她客气。行了，都去睡吧，明日还要赶路呢。世间诸多事都讲究一个缘法，咱淼淼是个有福气的。不管外面传闻的是什么妖魔鬼怪，要论也是咱们江家祖坟冒青烟才盼来的宝贝。要是让我知道谁犯糊涂听信了外面的话，休怪我不念旧情。娘，淼淼就算是妖魔鬼怪我们也认了。对呀，祖母，如果妖魔鬼怪都像妹妹这样，还会偷偷给我们吃的，那妖魔鬼怪也并不可怕。我以后会保护妹妹的，不让她叫人发现。好，都好。淼淼太过特殊了，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请务必要像维护江家一样维护淼淼。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能做到吗？10000年，不许变，不许变。一夜好梦，吃过早饭，一家人就开始上路了。咋个回事啊？
他们看到了没拿走。一打开，里面除了他放进去的5两银子，竟还多了2个银锭。哎，我可真不是个人呢，心中便像是被火烧着了一般。这一看就是刻意留下来的。谭大娘手足无措，正要将这个消息告诉老汉，又在地上发现了一张面值50两的银票。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另一边，倒给我快点，再磨磨蹭蹭，老子打死你！娘，你怎么样？你别吓我！娘，你再撑一撑。这杨二爷倒是个好的，只可惜为人太过木讷老实，优柔寡断，不懂得为妻女争取。他们这种情况只怕很难走到流放地呀。江之淼坐在独轮车上，并不关心严家那边发生了什么，只是皱着小眉毛，一脸严肃地将喝了泉水变得十分亢奋的蚂蚁用手指头弹下独轮车。经过这么些天的观察，他发现了，只要给小动物尝过泉水的味道，就会上瘾。它们对泉水有一种迷之执着，当然，这很有可能是变强的执着。他眨了眨眼，叫了一声，朝离他最近的杜老大张开了小胳膊，要抱，怪可爱的，用手一抄就将小崽子从独轮车上抱了起来。刷刷刷，几道像是看人贩子般凶狠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身上。江之淼伸出小指头点了点严家人的方向，懂了，这小屁崽子要他抱他去看热闹。祖母，可以求你了，就让我娘在马车上歇一歇吧，她快撑不住了。祖父、祖母，求你们救我娘，求你们了。祖母，马车就这么大，哪里挤得下这么多人？反正我不下去，我要跟祖父一样在马车上睡觉。好，不下，有祖母在呢，谁也不能把你赶下去。那你别让他们上来，我看到他们就讨厌。不让。你要怎样才肯让我娘上车？哼，说了不让就不让，你听不见吗？赶紧滚！再不走，我就让马车从你身上碾过去。姐，要不我们还是走吧，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祖父，您到现在还要继续冷眼旁观，对我们一家艰难的处境置之不理吗？我爹究竟是不是您亲生的？郝勇，这吴氏怎么把你教成了这么个性子？不尊长辈，毫无规矩，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也说得出口？既然都是亲生的，为何待我们如此偏心，如此不公？姐，我姐再怎么也是个主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打她？没规矩的分明是你。姐，你起来，娘叫你回去，咱们不求他们了。没听见俊儿说的话吗？让他们走。还不快滚！马车上没你们的位置。我与你祖父都这般年纪了，还想让我们同位置，没你们这么不孝顺的。流放路上死几个人也是正常的，吴氏他就是个拖累，一个外姓人，难道还想让一家人都谦让他？祖母是不是忘了，你也是个外姓人？我看你们是翅膀硬了，以后是不指望家里过活了。指望？求神拜佛都比你们好使。既然你们今日不管我们，以后也别管了。他扭头就走，做了一个让严老夫人勃然大怒的动作。听闻江家素有精明，老夫人若肯伸出援手救我娘于危急，我们姐妹3人甘愿为奴为仆，供你们驱使。我听我姐的，
求老夫人垂怜，救我们娘亲！回来！你们给我回来！看看你跟吴氏教养出来的好女儿，想气死我们不成吗？我们严家的脸面都让他们给丢尽了。贺姨，严鹤姨，你给我回来！不就是让你娘上马车吗？你回来，我让她上。姐，爹，你若是看不惯我的做法，就给娘一封休书，与我们断绝关系吧。相信祖母这回不会再阻止你休了娘的。为奴为婢就算了，你们还年轻，将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既然走投无路，求到我们面前，我们也愿意搭把手。不过事先说好，我们并非接纳你们，而是愿意暂时帮扶你们渡过难关。流放路上，一切还得靠你们自己。我们一家也有难处，不敢夸下海口，只能尽力而为，还望贺姨姑娘能体谅。多谢老夫人，贺姨与家妹必定明日今日之恩。祖母，让他们滚出严家！咱们严家没有他们这样的人，不要他们了，让他们滚！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是啊，二弟，你看贺姨他们干的是什么事儿啊？哪有当着自家人的面胳膊肘往外拐的？这至于吗？孩子不懂事儿，你可不能不懂事儿。写一封脱离关系的文书吧，大家都在这里做个见证。你能想明白就好，这样忤逆不孝的人肯定是要逐出家门的。我要是生出这样的女儿，非得把他们打死不可。还有那吴氏，一并休了吧，等到了越州，再让母亲给你物色一个好的。他们母女眼皮子浅，自甘下贱，就由着他们去，总有他们哭着求着要回来的时候。就这么办。我的意思是，二房直接脱离严家，往后咱们形同陌路，各不干涉。你说什么？罢了，就这样吧。我要与严家断绝关系，往后形同陌路，各不相干。好好好，为了这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看你是反了天了。你要跟严家断绝关系，可以，先把吃我严家的、用我严家的都给我吐出来。吐什么吐？你花在我爹身上的钱，只怕还没有我上交的那2间铺子多吧？那2间铺子还是我娘的嫁妆，你们说收就收了。流放路上更是没给我们花过1分钱，要吐也是你们吐。孩子，我们轮流帮你们抱着吧。老大，你怎么还帮人带起孩子来了？这小崽子虽然才这么点大，但就算扛个冬瓜走一天也累呀。你懂什么？你信不信咱们不管他们，只抱着这小崽子到越州，他们也会一个不少乖乖跟来。哦，这就那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不对？我说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江之淼无语，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这么用的吗？我观察过，这小崽子不怕生，安分又不闹腾，多省心。最重要的是，流放半个月，这小子还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他们的眼珠子。你让兄弟们该歇歇，我们有人质在手里，不怕。都快玩嗨了，简直就是坐独轮车里享受过的自由与快乐。谭大爷和谭大娘挎着满满一篮子青菜匆匆赶上来的时候，老姐妹，你有些东西落下了。这些钱不是白给的，是借你们的。等你们把日子过好了，给我们100文钱当利息就成。可这是75两啊！你要是都给了我们，
你一大家子流放路上怎么办呢？到越州还要花钱呢。拿着吧，这钱在你们手里能救命，何况只是借出去的，你们不要有负担。我们夫妻二人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想着你们一路上能吃上一口新鲜的青菜，便将菜园子里能摘的全摘了。老夫人，山高路远，您一定要带着江家人平平安安抵达越州，我们等您回来向我们收利息。好。却在此时变故陡生，穿透力极强的声波震荡开来，其势如雷，鸟兽齐惊。树上的鸟儿纷纷挥着翅膀惊慌逃窜，就连追到村口狂飞的狗也瞬间下趴在地瑟瑟发抖。不好，那只大虫又出来祸害人了，快跟我们回村里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去通知村民。完了，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呀！不想死的就赶紧围起来，快点！手无寸铁的躲到里面，不要背对着老虎，咱们人多势众，要乱跑乱叫，他找不到机会就会放弃。但这只大虫显然很聪明，不等他们集结起来，精瘦的身躯就犹如离弦的箭一样扑上来，将他们狠狠冲散了。救命啊！救救我！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所有人心头。只这短短的一瞬间，那只凶厉的老虎就已经扑倒了一个落单之人，张开利齿狠狠咬断了他的脖子。混乱间，江之淼被颠的好几次都没能把泉水精准砸在那只老虎身上。这会儿倒是不颠了，可老虎在人群里横扑直撞，想要把泉水扔过去也不容易，他干脆直接脱离出来。老夫人，快跑！找死！江之淼原本打算尽早将这恶虎制服，避免他伤更多人的，此刻看到王嬷嬷的举动，顿时冷眼旁观起来。严老夫人只盼王嬷嬷跑得快点，再快点。至于江家人的死活，如果能换王嬷嬷一命，他会感激他们的。这毒妇是想害死我们！快拿石头砸他，别让他过来！挨了几颗石头的王嬷嬷不退反进，跑得更快了，可她完全错估了恶虎的速度。救我！救我！独轮车后的众人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很快他们就被那只恶虎凶狠的视线锁定了。老夫人，往我这边一点点移过来，不要乱，不要盯着他的眼睛看。一道更为雄浑嘹亮的虎啸声传出，天惊地颤，震耳欲聋。怎么还有一只？不是说只有一只老虎的吗？这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大虫出现在这儿啊？完了，这只看起来比那只还要强壮，他们被前后夹击，怕不是要全都折在这里。咱们还是快跑吧，可别因为看热闹把小命给搭进去了。要是大虫掉过头来对付我们，就晚了。快跑！带上我，求你们了，带上我！那只大老虎好生威猛厉害呀！幸好那只老虎没有攻击人的意思，只是抬起大脑袋，炯炯有神的虎目望着眼前的虚空，突然莫名其妙朝前虎扑了一下，然后就地打了个滚儿，夹着嗓子叫。江之淼怕被他们看出什么，赶紧踢了一脚这只蠢虎，然后飘到拖着断腿拼命往后爬的王嬷嬷身边，呲了呲小米牙，张牙舞爪猛扑了上去，给蠢虎做了个示范。那意思是要懂吗？虎很嫌弃，假装没看见，屁股又被踢了一脚，这才不情不愿向王嬷嬷走近，
张开獠牙虎口，一口把吓得惨叫一声的王嬷嬷咬断了脖子。大橘瞅了他们一眼，屁颠屁颠跟着小游魂钻进了山林。他要回空间，看不见人影了。江之苗把大橘收了回去，奖励了他一顿肉和一池子泉水泡澡，又找到那只受伤潜逃的恶虎杀死，扔进空间，分解了用虎肉饲养空间里的猛禽猛兽。2只老虎相继离去。嬷嬷，你们刚才完全可以拉大一把，为什么要见死不救？你们不是自诩乐善好施，品行高尚吗？为什么不救王嬷嬷？哼，那你怎么不冲过来救？那2只老虎还在打架呢，你要是差人过来救它，也不能被咬死，你为什么不救？你们明明顺手就能做到的事儿，要是拉他一把，他也不至于死啊！我可不敢，万一他反手把我们一家老小推入虎口怎么办？他刚才跑过来的时候打的不就是这个主意吗？明明有更好的选择，却要将那只老虎引到我们这一群毫无还手之力的老弱面前。我没把他送进虎口，就已经是对他最大的仁慈了。真当我们是软柿子好欺负？他只是害怕，一时慌不择路，你凭什么说他是故意的？是，他怕死，也怕你们死，所以帮你们把老虎引开了。独不怕我们江家人死。他不是故意的，我们是故意的。谁想让我江家人死，我就让谁死。咱们不能因为他们拖了行程，咱们先走。早该这样了，一群怂包，都还没咱们胆子大呢。和他们一起，猴年马月才能走到流放地。你去问问顺子他们几个，愿不愿意跟我们先走？不愿意就算了，分道扬镳。江之苗醒过来，发现是娘在背他，赶紧朝杜老大伸出了手，蓄力喊了声。他怎么能让娘背着他呢？多累呀！惊魂未定的众人视线齐刷刷落在杜老大身上，将他从上到下连同头发丝儿都打量了一遍，怎么也看不出来他究竟哪里招小崽子喜欢了。娘，妹妹都没主动伸手要我抱过，我以后也要留了一点胡子，这样妹妹就更喜欢我了。淼淼该不会是喜欢这样式儿的吧？唉，这可咋办？一家人都很酸，羡慕地看着杜老大，小崽子就要他抱，别的都不要。唉，他也很烦恼。这一路我帮你们带娃，我还挺喜欢这小娃娃的，只要你们不跑，我们就相安无事。不如给我服毒吧，等到月中再给我解药。你们让我们干什么都行，但不能拿我妹妹当筹码。大哥、二哥说的对，要不你还是把我们拴上吧。这小娃看着就很亲人，要是他更喜欢我，更愿意让我带呢，你们总不好阻止吧？想得美！没有的事儿，我不相信。亮晶晶的眼睛眨了眨，露出个乖巧讨喜的笑。杜老大只以为小娃儿跟他闹着玩儿，娃儿那么小能有什么坏心思呢？然而此言一出，江家人立马就悟了。他们家淼淼不是真的一时兴起喜欢让杜老大带，而是在给他们节省力气呢。这样吧，可以让你带，但要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小家伙吃喝拉撒一应事宜都要由我们解决，你看如何？这是自然，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也没那么细致周到，偶尔还是得靠你们。这什么鬼天气？哎，前面那林子里歇一歇吧，等熬过最热的时候再走，赶夜路好过晒死。
把早上准备好的韭菜饼拿出来吃吧。我能用肉酱换点你们的韭菜饼不？闻着就很香。换吧，杨嬷嬷，给他们来点儿。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手艺，这韭菜饼配着肉酱吃太香了，都不敢想刚出锅的能有多好吃。哎呀，要是这一路上都能吃到这种，就是让我再走3000里我也愿意呀。真香啊！你们吃的什么？给我也来点呗。我们也没剩几个了，准备留着给孩子们路上垫肚子吃的。不过你要是真馋，拿点肉酱跟我们换，我们就省下来给你了。反正都是一伙的，这一路上指不定你们还有求我们搭把手的时候，何必这么见外？那也不能给你，杜差役想吃都是拿肉酱来换的，我白给你，岂不是得罪了杜差役？呸！黑麻子，你可真出息，连人家孩子的口粮都想白吃，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是啊，黑麻子，你也别为难人家一家老小了，我这还没吃完，要不施舍你一口？呸！喏，给你，你要不要？黑麻子自讨了个没脸，黑着脸灰溜溜走了，心里暗骂江家人小气，不过是要一块饼子都不肯给。娘，你好点没？咱们这是……嗨，都怪娘没用，没生下来一个男娃，否则你们也不会跟着吃这样的苦。往后可怎么办呀？娘，这不是你的错，我即便是女儿身，也会带着你跟爹还有妹妹活着到越州。这件事儿多亏了江老夫人，娘，咱们得好好谢谢她。好，娘听你的。一家人相携着走过来，郑重谢过江老夫人和江家人。几个小辈还想跪下来给江老夫人磕头，可别，你们想好怎么应对接下来的流放才是要紧的。想谢我们，等到越州安定下来再谢也不迟。你们家大姑娘是个有主见、能拿主意的，你们多听听她的话。这些药你们拿着用吧，想办法让他们把你们的手镣脚镣解了才是正经事儿，要不只怕伤口也好不了。多谢老夫人。如果你们信得过，就再拿些草药去煮水喝吧，是我们家小子沿路收集的，有金银花、野菊、蒲公英，都是些清热消暑还降火的草药。谢谢你们啊，不过我们只拿1点10个样就成了，等赶路的时候再想办法收集一些，这样就不用太麻烦你们了。也行，不过你们煮之前先给我们过眼。正赶着路，有水不？诸位行行好，上5口水喝吧，我快要渴死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敢问哪里有水？前面那林子里就有，兄弟，你咋渴成这样？哎，别提了，我是逃命来的。你都不知道随州往南和李州交界都旱成什么样了，已经半年没下过雨了。听说越往南旱情越是严重，多地已经发生暴乱了。哎，你们押着人这是要去哪儿啊？越州。我劝你们还是绕路吧。老大，这可咋办呢？还能咋办？这事落到咱们头上，只能认命呗。他奶奶的，怎么会让老子碰到这种事儿？哎，老大，这会儿情况特殊，咱们就得延误一些时间，
没在规定期限内把人送到越州也是情有可原的，不如看情况行事。是啊，老大，朝廷肯定会开仓放粮，沿途设立粥棚赈灾，咱们说不定还能蹭上几碗，也许没那么糟呢。走一步看一步吧，回去刚才那里把能装的东西都装满水。崽儿啊，咱们家这回可不得不靠你了。哎呀呀的，仿佛在说能行，包在他身上。崽儿啊，不急呀，崽，咱们慢慢来。祖母来说，你只管点头摇头就行。拿东西出来这件事儿，会不会对你有损害？崽儿啊，咱拿东西出来会对身体有损害不？你之前睡得较多，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没想到祖母连这个都注意到了，知道他担心什么。江之淼用力皱起小眉毛，吸了口气。他比划了一顿，发现自己一个字都没表达出来。不急呀，崽，咱们慢慢来。祖母来说，你只管点头摇头就行。拿东西出来这件事儿，会不会对你有损害？闻言摇了摇头，拿东西出来只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那样东西上，可不许骗祖母。江之淼点点头，不骗。那你之前睡觉多，是跟这个有关不？江之淼看到祖母眼里盈满的慈祥与疼爱，认真的摇了摇头。他只是灵魂出窍了，需要补补能量。那只大老虎也是你召来的吧？江之淼头一点，紧接着就反应过来被祖母炸了，扬着小眉毛咿咿呀呀一顿控诉。淼淼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祖母为你感到开心。不过以后用的时候要更加小心，知道吗？如果有暴露的风险，祖母希望你能以自己安危为先。祖母这回没说不许骗他，那就先骗骗祖母吧。江家有危险，他肯定不惜一切代价救。幸而在水喝完的这一日，口干舌燥的他们抵达了驿站。太好了，驿站肯定有水，咱们今天就在这里过夜吧。我都快渴死了。走，先进去喝他个痛快，再不补充点水，我都快要冒烟了。还等什么？赶紧冲啊！咱们也快点过去，今晚终于有个像样地方休息了。闲杂人等不得进入。见杜老大还在门头往里走，江之淼着急的一把揪住了他的络腮胡子，用力一扯。哎，你这小兔崽子，屁大点年纪，手劲还不小，别拽了，快松手！你杜叔我赶着去喝水呢。什么车？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喊娘啊？小屁崽子就是麻烦，你去给我把水囊装满，我带着小屁崽子去找他娘。兄弟，这些人都是我看押的犯人，已经连着赶了好几天的路了，你行个方便。别说这些有的没的，驿站最近来往的人多，其中不缺有身份的人，要是放他们进去惊扰了贵人，你们担待得起吗？按照规矩，咱们押送流放犯人是可以在途经的驿站过夜的，凭什么不给进？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区区一群身份低贱的流放犯人还是罪级，能跟贵人比吗？想进去成啊，你叫他们一个个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我就大发慈悲的让他们进去了。也欺人太甚。督差爷，我们在驿站外面露宿也是一样的，你跟大伙儿在里面住吧，要是不放心啊，也可以派点人出来看着我们。哼，驿站方圆2里地都不给落脚，你们带着你们的破烂赶紧滚，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当今下的旨意，着令我们流犯。别说是驿站方圆2里地，便是驿站的通铺，我们也歇得。你如此咄咄逼人，得寸进尺，难不成想占地称王？我可没说，你别什么帽子都往我头上扣。哼，你想赶我们走，不就是不想让看押我们的差役也留下吗？他们奉命在身，本就能在驿站过夜，我们是他们负责看押的犯人，自然不能离他们太远。你拐着弯驱逐他们，怎么不算对皇命大不敬呢？我看你就是对当今的安排有意见。杜差役，你也别给他脸了，赶紧上报吧，这人就是个逆党。对，就是这个逆党。原来你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大的，你是对我们这些为皇命奔走的差役驻驿站有意见？哎，岂敢呢，没说不让你们住啊。那你不给他们在驿站周围落脚是什么意思？哎，给成了吧？当我稀罕？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这事儿没完。除非你让他们也进去。你进吧。江之苗往身后瞅了一眼，呸！贱人自有天收，得罪贵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哎呀，哪来的风啊！滚开！他认识这种风，这种风一般都比较温顺，不怎么蜇人的，所以没当回事。哪知这风速度快得惊人，这也忒倒霉了！怎么被风蛰成了这样？这什么风呀，这么毒！快把他们抬进去！谁给你们的胆子用这里的水？这是我家主子用来沐浴的，尔等贱民也敢碰？姐！嘿！危急关头，一把尖刀咻地飞了出来。严鹤仪脸有些发白，已经做好了被这一鞭子打得皮开肉绽的准备，没曾想半路被截停了。老夫人，大夫人，你们没事吧？没事儿，你这小妮子也忒大胆了，这么凶狠的一鞭，也敢扑过来挡？我没想那么多。到我身后来。敢问阁下是何方人士？可否出来一见？对着空气问询，半晌都没有回应。没弄清楚对方的底细，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能跟在殿下身边的人武功都不会低，可对方却能伤人于无形，只怕不是个好招惹的。是我等失礼了，不应出手伤人。这缸水供给你们取用，就当是赔礼了。直至香风散去，这些人是谁呀？这么大的派头，驿站就这么点水，要是以往也就罢了，现在正是大旱缺水的时候，拿这些水来洗澡，也太不把人命当命了。嘘，你小点声，不要命了啊！这些人看着就非富即贵，不是咱们这些底层差役能得罪的，就算心有不满，也得给我憋着。话说刚才那刀子谁扎的？这么猛，我都没看清，太厉害了！该不会是哪位路见不平的侠士吧？那一刀子真是扎到他们心坎里了，大家心里那叫一个爽啊！早就看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不顺眼了，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反而有点幸灾乐祸。只可惜那位一出手便把人震慑住的神秘高人连影子都没露。先把水装上吧，省着点用，用多少取多少，留点给别人。主子，咱们派去盯梢的人已经回来了。如何了？可看出什么没有？表现平平，似乎并不感到惊奇。那人极有可能不是路过，才
才出手相帮的。罢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便饶他们一命。主子宅心仁厚，不与这等卑贱之人计较，是他们的福气。有小满的消息了吗？我赶紧找到他，我便始终辗转难眠，安不下心呐。他一个5岁半的孩子，究竟能跑到哪儿去？主子放心，咱们加派了人手，而且已经联系官府了，一寸寸找，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人的。说不定咱们回到京城，就有好消息传来了。但愿如此。江老夫人还不知道多留的一个心眼让他们免了一场祸事。贺姨他们呢？晚上叫他们跟我们一起用饭吧。杨嬷嬷找到严二爷一家几口人时，他们正在大通铺里啃干粮。爹，我牙疼。放点水泡泡吧，要早点适应，往后只怕更难呐。没关系的，爹，我可以再忍忍。再有1个多月，我们就到越州了。看到出现在门口的杨嬷嬷，她赶忙站了起来。杨嬷嬷，你怎么来了？可是用完小灶了？快了，你想煮凉茶饮，便将草药准备好。啊，对了，老夫人特地让我过来喊你们一声，晚上可以一起过来用饭。这怎么好意思呀？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米都下了。咱家老夫人呐，姓名眼亮着呢，别人对她好，她都记着。今天晚上这顿饭呐，是你们家大姑娘替你们挣来的。那便多谢老夫人了，贺姨一直都想尝尝嬷嬷的手艺。把咱们这些天收集起来的草药拿上，让老夫人帮忙辨认一下。今晚煮点消暑降火的凉茶饮，大家一起喝。我果然还是更适合啃干粮。反正都吃了，不吃完你这牙岂不是白掉了？严二爷艰难地吞咽着，一时眼圈微微泛起了红，像是有什么东西哽在了喉咙里一样。他从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清醒地认识到，那些所谓的亲人待他们连外人都不如。饭后，杨嬷嬷教大家清洁手里的竹碗。原来还能这样啊，嬷嬷懂得真多。以前这些活祖母罚我们做，洗不干净还得挨手板子呢。不过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自在过。要是能早日安定下来就好了。那你们可得抓紧多跟杨嬷嬷学学，等到了越州就能自己做饭，自己种菜，一家人努力把日子过好了。江之苗打了个哈欠，有点困了，想到空间里的小表兄，也不知道他吃饭了没有。他之前给他找了个伴，可惜那小孩好像是个小哑巴，木愣愣的，半个月了都没见他说过一句话。他对他的印象是长得漂亮的小木头。一是沉入空间，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笼战于野，其道穷也。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对下前上之效，成其阴乱，利其弱而无主，随以向汇入宴席。江之淼判断他们三个已经吃过饭了，因为每回饭后的第一件事，小表兄都会给他们念书，跟念经似的。等他从空间抽离出来时，天都快亮了。他有点尿急，赶紧嚎了2嗓子。娘，妹妹她要尿床了。好险，差点尿床了。江之淼奖励了已经快变成小瘦子的三哥一个肉包子，
怕他没舍得吃，拿出去被人发现。快吃！香。他学着祖母和爹娘喂妹妹的样子，特地挑了没咬过的地方，捏了一咪咪最软的包子屑。姜之淼张嘴，不行，祖母说你年纪小，胃肠弱，不能吃这么多，万一吃坏肚子怎么办？就只给你吃最后一口啦。要我说，你们干脆把粮食拿出来，给大伙儿一起吃完还省事儿，留着也是祸患。怎么？我说的难道不对吗？他们推着这车跟拿着肉块从狼堆里走过有什么区别？不是摆明了告诉别人这车上全是吃的吗？你们吃独食的时候没分我们一点，凭什么要我们一起承担你们招来的祸事儿？是啊，还是把粮食尽快的吃完吧，免得招人惦记。他们不知道，但是你这张嘴一嚷嚷，他们肯定全都知道了。你要是嫌死得不够快，可以嚷嚷的再大声点儿。我本来还打算今晚拿出些粮食来，大家一起吃的，咱们互帮互助，共同度过这次难关。但你要这么说，我就不愿意给了。要死就一起死吧，反正都是你害的。王麻子是吧？我知道你小子惦记，还惦记一路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姜家的东西给谁吃都可以，喂狗都不给你吃。二叔，你叫错了，他叫黑麻子。心黑的跟芝麻似的，反正不是个好东西。你要是不想押送我们，上报官府，换个人来也是一样的。黑麻子，你再逼逼，信不信老子把你踢出去？什么叫独食？没分到你们头上就叫独食是吧？姜家看我们兄弟吃的不好，还时不时接济，你怎么好意思说他们吃独食？你又不是看押姜家人的差役，他们吃独食关你屁事儿啊！他们身上带的水已经喝完了，杜老大只能叫大家在林子里歇一歇，先找找看有没有水。看样子这里是没水了，咱们回去吧。哎呦，早知道咱们上午就省着点喝喽。只能下午路过村子的时候再找找看了。姜老夫人按着小孙女的手，进林子的时候她就已经叮嘱过小孙女了，这里人多不能放水。她坚信这几天的水都是小孙女带来的，每回淼淼睡觉的时候他们都能发现水源。再想起每次运气好捡到的野鸡和蛋，还有河里跳上来的鱼，原来在不知不觉间，淼淼就已经帮了他们这么多。姜之淼张了张嘴，仰着小脑袋看，目光慈祥地看着他的祖母，示意他张嘴。姜老夫人以为孙女饿了，赶紧拿出早上煮好的鸡蛋，捏碎了喂给她吃。姜之淼小小叹了口气，趁祖母不备，伸出小食指往她的嘴角一扣，往里一小股一小股注入甘甜的糖水。姜之淼擦干净手，用这个法子给所有人都喂了一遍。有水了，有水了，快拿上东西跟我去装水，晚了就没了。我们在那边发现了好多，你们赶紧拿东西跟上。哎，在那儿，你们都别给我抢，快拿东西，咱们先去占位置。呼啦啦，所有人都拿着水壶和水袋一股脑冲了去。太好了，有水呀！你们留在这里，我去取水。爹，等等，这事不太对。怎么了？妍儿也反应过来，才发现林子里的人差不多都跑光了，留下来的都是些老弱妇孺。他猛然打了个激灵，登时明白了些什么。有诈！快点跑！然而他们反应再快，都没有杀出来的人快。鲜血喷溅，上一刻还在欣喜有水可以煮点粮食吃的老人，转瞬就成了歹徒的刀下亡魂。
大爹，我跟你们这些凶徒拼了！男的杀了，女人、孩子还有他们的东西，通通带走，速度快点，别等他们都回来了，一个都别想跑。你干什么？放开我！别碰我！滚开！我的粮食！娘！救命啊！救命啊！女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喊声响彻山林。远远跑去取水的人急急刹住了脚步，大吼：出事儿了，快回去！林子里，江家人已经被杀出来的歹徒截住了。老大，这些好像是流放犯。怕什么？他们肯定有好东西。这几个都不错，兄弟们晚上有口福了。老大，就这么当成两脚羊，是不是太暴殄天物了？我还没见过这么有姿色的娘们儿，先让兄弟们玩玩。行，先拿那个小的下锅。我拦着他们，你们赶紧往杜差役那边跑。也不要！二爷，快跑！我拖住他们。夫君，你带人先撤。恶贼，受死！呸！这娘们也忒狠了，给我把她给拿下！歹徒三三两两加入了战斗，一击落空。陆怀英再次挥起长棍横扫，明显感觉到自己动作更加敏捷迅猛了，比之半个月前与禁卫对打还强。他越战越勇，长棍在手，虎虎生风。一群狗杂碎，竟敢趁你爷爷不在搞偷袭，看我不把你打得哭爹告娘！给我上！快撤！江之淼睁开眼睛，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的身影，漆黑的瞳仁里弥漫着一丝冷意。都得死！威震山林的虎啸声倏而震响，几乎把人震得趴在地上，耳膜都快胀破了。一头猛虎陡然窜出，截断了歹徒的退路。大虫，是大虫！一个畜生，怕什么？拿刀逼退他，咱们赶紧跑！江之淼原本还担心大局受伤，打算放出小雄风偷袭，不过看到那些歹徒一个接一个被咬死，就知道自己的担心有点多余了。我的娘嘞，这老虎也太凶残了！此地不宜久留，快，赶紧跑，别让他跟上来了，要不然咱们全都得跟这儿完蛋。大家一口气跑出了2里地。他还会跟来吗？我咋感觉咱们被他盯上了？这可咋整啊？还能怎么整？跪下来叫爹吧，毕竟虎毒不食子。跑这么远了，这要是还能跟上来，我把头塞他嘴里，让他吃。一回头，跟茅草屋旁边不知道静悄悄观察了他们多长时间的猛虎对了个正着。大橘硬生生被吓了一跳，赶紧看向那个被人类抱在怀里的幼崽，冲他叫了2声。他没咬。江之淼想了想，还是把大橘引开，收进了空间。本来还想让大橘跟着的，这样能省去不少麻烦，至少没有不长眼的人来打扰他们。但这太过招摇，也太吓人了。队伍里的人估摸着见到大橘得天天提心吊胆。老虎来了又走了。哎，老大，你说这老虎是什么意思？该不会是把我们养肥了再宰吧？我倒觉得这只老虎好像有点在保护我们的意思。你们想啊，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帮我们吓退了伤人的老虎，这次又杀死了歹徒，而且并没有袭击我们的意思。野生的老虎野性难寻，这只肯定是经过驯化的有主的，难不成有人在暗地里盯着流放队伍？江家人的心暗暗提了起来。江老夫人若有所思，点点头。那日在驿站里，我就有所猜想了，就是不知道是谁在暗地里帮我们。
看样子，这位高人不愿透露姓名，说不定单纯只是行侠仗义护送我们一程，到流放地就离开了。那只猛虎那日咬死了王嬷嬷，不知爷兄对这位高人的身份可有猜测？哎呀，我从未结识过这样厉害的人物，如果有，肯定会有印象的呀。哎，我知道了。嗨，一定啊是咱们队伍当中某个人曾经对一位不起眼的落难大侠施过援手，如今这位大侠呀就在暗中护送，默默报恩来了，话本子都是这么写的。江之淼无语，这鬼话谁信？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我感觉也是这样的，那位高人呐，一看就侠义心肠。看来咱们以后得多做点善事，关键时刻还能救命。江之淼把空间水缸里装的清水灌入池子里，倒了满满2缸进去，水池瞬间充盈了一半，够队伍里的人喝个饱了。他又飘了回去，开始往外扔伪装成被大橘咬死的鸡，1只、2只、3只，还扔了1只野山羊。如今大家都知道了大橘的存在，正好可以利用一下。江老夫人看到小孙女睡过去，你们2兄弟去找找看有没有水。怀英，我看着孩子，你跟杨嬷嬷还有3个小子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能用得上的，带着贺姨一起去。好，有事我就招呼你们一声。江之淼知道率先出来找水的肯定会是自家人，所以把鸡和羊放在了显眼的位置。果然，远远就看到爹和二叔顶着大太阳找过来了。大哥，是鸡和羊。一开始还以为是那只老虎咬死的，有点发怵。可转念一想，那只猛虎好像是小侄女的宠物，这些猎物指不定是淼淼指使他打来的。哥，你说咱们上辈子是不是祖坟冒青烟了啊？肯定是冒了，不然咋能这么幸运呢？冒没冒青烟不知道，但肯定是冒烟了。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什么事？淼淼以后当我闺女可以不？你说什么？我说让淼淼以后当我闺女呗，我肯定拿命疼她。上一句。啊？跟你商量个事儿？没得商量。哎呀，这村子恐怕没有水呀。怎么办呢？要不咱们再继续往前走走看吧。路上流民那么多，只怕有水的地方都让人占了，除非能避开流民呐。我想回家，我娘还在等着我呢。这日子太苦了，我受不了了。我们不会死在路上吧？说什么晦气话！哎呦，老大，我渴的都出现幻觉了，我是不是快死了？要不然怎么看到了江家兄弟一手2只鸡，还拖了只羊回来？我还有救吗？我兄弟，你撑住，你别死啊！你不是说这一趟回去之后就娶媳妇儿吗？那可是说好要等你平安回来娶她的好姑娘啊！你可不能辜负她呀！快，咱们1人1口唾沫把她奶活，实在不行只能灌尿了。哎，我突然有点活了，你们留着自己喝吧。我操，不是幻觉，他们真搞了几只鸡跟1头羊回来。哎呀，发达了！嚯，哎，有水吗？我的天哪，你们究竟是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真有你们的，出去一趟还带回来这么多猎物。哎呦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老天长眼呐！这是哪来的？刚才我们去找水，在路边发现的，好像是刚被咬死。娘，咱们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好吃一顿了。那边呢还发现了半池子水呢。老天爷，白送我们吃的来了，怕不是刚才那只老虎咬死的吧？快，大家快拿东西去打水，赶紧再找找看还有没有漏的。
你们歇会儿，我们去就成。咱们的大功臣，祖母今晚给你整肉糜粥吃。你们两兄弟赶紧大锅烧水，把鸡处理了。鸡牙子那里的肉最嫩，适合剁碎了熬粥糊糊给淼淼吃。孩子胃口小，不过时间还早，赶快让淼淼先吃一顿，晚上还能再吃一顿。江之淼靠在祖母肩膀上，就是在这阵阵草扇摇晃出来的清风中不知不觉睡过去的。醒了，饿坏了吧？还有一会儿就能吃了，祖母给你晾晾。老夫人，你看见我家贺姨没？张姐她刚才就只是取了一趟水，我没看到她回来，去找发现水池那边根本没有她的影子。我们所有地方都找过了，没有。爹娘，我要阿静回来，我要阿静回来。他会不会是逃走了？不可能，贺姨绝不可能逃走，我敢用性命担保，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啊！外面那么乱，她一个姑娘家能跑哪里啊？贺姨向来聪明，不可能跑的。那也不能说不见就不见呐，这里除了咱们也没别的人呐。黑麻子呢？目光锐利扫视一圈，众人一愣，赶忙点了人数，这才发现黑麻子也不见了。他们两个怕不是被老虎叼走了吧？不是说那2只老虎是高人养的吗？不可能咬咱队伍里的人吧？那也是个猛兽啊，指不定。留几个人看着这里的肉，大家都帮忙去找找，往水池那边扩散了找。祖母，你说严家姐姐会跑到哪里去？会不会被坏人带走了？那你觉得谁看着像是坏人呢？祖母，那谁是坏人呢？我不知道。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有可能是坏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咱们如今也只能在心里悄悄猜测，谁才是最有可能的。咱们家与你严姐姐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所以不可能是咱们家人干的。那黑麻子倒是与严二爷家有过怨，他也不见了，所以目前来说，他的嫌疑最大，但也不能因此主观判断来排除别人的嫌疑。江之淼也飘去找了，他找的范围比官差找的广，速度也比他们快，水池周围没有。在大家搜寻痕迹的时候，他已经飘进山里了，还把大局放出来一起找，很快就在一处陡坡下找到了滚落下去的严鹤仪。他撞破了头，晕了过去，衣衫不整，手里死死攥着一块尖利的石头，石头上染着血。黑麻子同样从陡坡滚落在旁边，后脑勺被锐物重击，鲜血把地面给染红了一大片，已经死了。知道女子清白事关重大，江之淼便没打算让严鹤仪与黑麻子同处一处这事闹出去。这是做什么呀？要不是有你们，鹤仪她人能平安回来就好。我们是在山里的陡坡处发现严姑娘的，当时她手里拿着山楂和野花椒，应该是出去收集这些东西，不是滑倒摔伤的。野花椒我们拿回来了，散落的山楂没顾得上捡。严二爷心里清楚，女儿根本不会不知会他们一生就单独进山，这其中指定有什么隐情。我知道了，多谢。不管怎么说，女儿是和黑麻子同时失踪的，
而且被发现时只身昏迷在山里，无论发生了什么都绝不能跟黑麻子扯上关系。这份恩情他成了。去寻找黑麻子的官差才摸黑赶了回来。人呢？没找到，能找的地方咱们都找了，天黑下来再往山里找太危险，所以大家就都先回来了。唉，这么大个人了，你说他能到哪儿去呢？也许黑麻子没进山呢。算了，不找了，咱们先整饭吃吧。兄弟们都快饿死了，吃完了再往别处找找看。严家大姑娘怎么样？摔得不严重吧？哎，就是额头磕破了，人还没醒。多谢诸位帮忙出去寻找我女儿啊。别的一个字也没敢多提，大家都以为严鹤仪是进山收集草药野果不小心摔的，没人怀疑什么。饭后，顺子他们又去找黑麻子了，一行人无功而返。我不知道啊，他只说他去解个手就没影了，我还去旱厕找过他来着。既然你知道黑麻子不见了，为什么不早说？我以为他不想干活，躲起来偷懒了。严姑娘也去取过水，不如等她醒来问问她有没有见过黑麻子。一个大活人总不能说不见就不见了。哎，对，严姑娘说不定知道呢。瞅见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严鹤仪身上，他想了想，该帮的也都帮了，剩下的他也插不上手。小淘气，也不嫌地上脏。爹娘，姐醒了，你们快进来看看。人没事就好，你们夫妻俩先进去看看吧，我们晚一点问话也是可以的。鹤仪，你怎么出来了？你头还伤着呢，快回去躺着。你这孩子真是的，去取水就取水，怎么还跑山里采野花椒了？看把自己额头摔的，姑娘家家的，万一以后留疤可怎么好啊？是啊，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就自己一个人进山呢？这多危险啊！你快吓死娘了，你知不知道？唉，还好你运气好，不像黑麻子官差，大家找了一个晚上，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哎，对了，方才大家还想等你醒了问问你，你见过他吗？严鹤仪再聪慧冷静，这会儿死里逃生听到这些话都难免有些傻眼了。黑麻子没找到，怎么可能？那意图不轨的畜生明明被他用石头击中了后脑，还奋力推下了陡坡，怎么可能只找到了他没找到黑麻子？鹤仪，你怎么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是在水池那里坐着歇凉，然后我就进山了，没再见过他。他到现在都没回来吗？唉，没有啊。留几个人守夜，大家都去睡觉吧，明天再找一天，要是还找不到就继续赶路，只能到时候向官府报备了。夜已深了，大家都回到了茅草屋里。你们出去找人的时候，淼淼又睡了。怪不得我们找到鹤仪的时候，她在坡上，她不止磕破了额头，身上还有不少擦伤。按理来说，应该是从坡上滚到坡下的。那黑麻子，鹤仪应该不会察觉什么吧？他肯定会来问你的，你到时就跟他说，黑麻子被那只老虎叼走了，可别透露了什么。那小姑娘可聪明着呢。黑麻子一个人还不足以在不惊动任何人的前提下，把严家姑娘单独带到山上去，这时肯定还有别人参与。我有件要紧事，一刻也不能再拖了。娘，你直说就是，有什么大家一起担。是啊，老夫人，要是碰上了什么难事儿，大家还能一起出出主意。娘，你就说吧，咱们能承受得起。片刻后，点着2盏油灯的屋子里，
大家磨骨针的磨骨针，搓线的搓线，扯棉的扯棉，裁布的裁布，都埋头干着自己手里的活。娘，这就是你说的要紧事？那咋不要紧了？你吃淼淼的，喝淼淼的，让你做双鞋子，废话还那么多。没有做双鞋子，只是让他磨了个针。幸亏有虎爷不离不弃，养着咱们这一群好大儿，要不然咱们怕是得饿死在路上了呀。嘿，今天晚上又有肉吃了，改天看到虎爹，我高低得给他磕一个。说什么大话？估计第一个腿软的就是你。少废话，赶紧干活，赶紧烧水把野猪毛给刮了。我以后成家了也想有个这样的女儿，她要天上的星星，我也给她摘。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叫你一声爹。啊爹，女儿饿，女儿要吃肉肉。滚！赈灾的粥棚设在荣安城外有20多处。老大，咱们可能进不去荣安城了，看样子城门口都快被堵死了。反正有虎爹也饿不着，咱们还是赶紧撤吧，要不然堵在这儿就走不了了。然而他们没走多远，城门口就发生了暴乱。哎，怎么回事？荣安县县令拿不出粮食了。原本赈灾粮可以管荣安县撑上3个月，可县令拿出来赈灾，灾民一下涌来太多，根本不够填。要是所有县令都能像荣安县县令一样，各自将管辖的灾民安置妥当，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了。哎，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夫君，咱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对，女儿要是在荣安城闹出什么动静，他们留在这里反而会害了她。必须走，走得越远越好，这样就越能摆脱嫌疑。通缉令无处不在，多少人都在盯着他们女儿呢。好，流民暴乱起来容易牵连无辜，咱们快点儿。另一边，游魂状态下的江之苗已经进了城。大人，这可怎么办呢？外面的流民都快闹翻天了，要是再不开粥棚，只怕民怨难平啊。大人，赶紧派官兵去镇压吧，杀鸡儆猴，先砍几个还能平息此事，否则拿不出来粮食赈灾，后果不堪设想啊！我已经给附近几个县的县令去信了，如果他们愿意出手，就能解这场危机。再等等吧。大人，万万不可呀！大人，您怎能寄希望于他们？他们要是有点良心，看到这遍地恶福，满目疮痍，不用我们劝说，都已经站出来开仓放粮了。正是，南平县那个狗官早早就将粮食买空了，跟黑心商贾联手囤积居奇，正准备趁机发一笔横财，怎么肯白白将粮食拿出来？大人不好了，粮仓出事了，出大事了！粮仓都是空的，还能出什么事儿？难不成你把粮仓给烧了？不是啊，师爷，粮仓满了。匆匆忙带着师爷和一族赶来的县令都傻眼了，难以置信倒吸了一口气。啊，这怎么会突然多出这么多米啊？大人，咱这不是在做梦吧？哈哈哈哈！城外的灾民有救了，快让人来取米熬粥。大人，粮食来历不明，此事万万不能张扬。对，大人还请三思啊！咱们若是突然一下拿出来这么多粮食，指定招人惦记。若是交代不清楚，只恐惹祸上身呐！这通天的手段，怕是只有通缉令上的那位才能做到。咱们若是跟他沾上关系，
只怕……大人三思。这样，咱们先拿一部分出来度过此次难关，即刻筹措灾款，秘密买粮，将这些粮食左手转右手过一遍明路。等此次旱灾过后，这些银钱再拿出来赈济灾民。往后，咱们荣安县便把通缉令撤了吧。这句话让在场3人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谁能想到呢？第一个站出来帮他们共赈灾民的不是朝廷，也不是地方官员，而是那个被通缉令铺天盖地通缉的所谓的妖贼。太讽刺了！一时间，众人都对朝廷失望至极。见他们能妥善处理这批粮食，江之淼就飘走了。反正粮食放在空间里也是占地方，不用白不用。淼淼醒了。来，小淼淼，二爷说抱你出去活动活动。闪边去！掏粪的手都没你的黑，还来抱淼淼，也不嫌埋汰。说着就把娃儿从背篓里抱了出来，让杨嬷嬷准备好竹筒水和早早煮好的鸡蛋，打算让娃儿先吃点垫垫肚子，可别饿坏了。杜老大吆喝着叫队伍停了下来，原地休息。江之淼朝杜老大哀了一声，都不用伸手，杜老大就十分不值钱的主动过来抱他了，心里还多了一丝甜蜜的负担。这小屁崽子连亲二叔都不要，就要他抱，等到流放地分别的时候，还不得哭成小傻子。江之淼完全不知道他心里的烦恼与得意。好，骑大马，抓稳喽！哎，老大，让我来。你来什么来？我也要骑大马。啥？你小子想骑我？我骑你大爷！晚上，流放队伍紧挨着一条还有水流流动的河边露宿，舒服痛快。哎呀，热死俺了！赶了这么久的路，人都快包浆了。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洗个澡了。哎，老大，蛇，有蛇！你最好是真的，要是没有，我就把你骨头打折。哎呦，老大，真有啊！我发誓，要是没有，我就喝王大夫的洗脚水。那他娘的是鱼，你小子就等着喝王大夫的洗脚水吧。什么？鱼？哪儿？哎呀，从我脚底下钻过去了。好像不止一条，在那儿，快拦住他，跑了，真这边。嘿，我抓到鱼了，好大一条，你们快看。抠他鱼鳃就跑不掉了，你个二愣子！这鱼死了。哎呀，一定是你踩的。看到这儿鱼了吗？翻肚皮的时候跟你说这话的时候一样，想死。少废话，快点捡，飘走一条，你们今晚就别吃了。大大小小足足有3桶，杜老大差人提回去。浑身湿漉漉的，他们索性在河里洗了个澡，乐颠颠的将浑身上下搓洗一遍，真爽啊！晚上有鱼吃了。前边就是十里亭了，我记得十里亭旁边有一条河，那里说不定有水，咱们加快脚步过去看看吧。你上一回也是这么说的，不还是没有？我们都快渴死了，你们究竟是干什么吃的？一群废物，连口水都找不到，要你们有什么用？你们还是官差呢，几辆马车都守不住，光天化日之下叫那一群贱民给抢走了，害我们沦落到刨树根啃树皮，你们怎么不去死？行了，你们都少说2句。穷山恶水出刁民，更何况是灾年，我们的力量本来就有限，何况都已经尽力了，休得口出恶言。前面十里亭旁确实有一条河，你们要是不愿意走，我们先过去也行。爹，我们不如趁此机会逃跑吧。现在到处都在闹饥荒，咱们还是最急也入不了城，
逃跑就只有死路一条啊！放心吧，等到了越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老爷，难不成你在越州做了准备？走吧，现如今咱们得赶紧找到水，没有水，说什么都是空话呀。一行人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继续往前走了半里多地，才渐渐听到了水声。太好了，有水！真的有水，天无绝人之路啊！终于有水了，咱们晚上终于可以煮点野菜汤喝了。有救了，有救了！也不知道二弟他们怎么样了。江家那群老弱妇孺，只怕过得还不如我们吧。二弟真是瞎了眼，才跟着他们。替那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做什么？指不定跟着江家人已经死在了路上了。严家人一出现，江之淼就看见了，他们好像在下游喝水。河里水深一点的地方，横七竖八躺了好几个官差在泡澡，有的光着身子正在搓泥。妹妹，非礼勿视，不能偷看别人洗澡。杨嬷嬷把鱼煮好了，哥哥带你回去吃鱼。小小年纪怎么眉头皱得跟苦瓜似的？说来给哥哥听听，哥哥给你想办法。你不懂，小小年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痛。辛苦淼淼了。他知道鱼是淼淼给他们送的，野猪、山鸡、野兔也是，喂着他们一口吃的，小家伙操碎了心。不辛苦。严二爷没捞到鱼，而且处理鱼也没有官差来的利索，于是便想着能不能碰碰运气，再找点野花椒和山姜。爹，我跟你一起去。你额头的伤还没全好，别乱跑，我跟你爹去就行了。那你们别走太远，就在这附近找找，有事就叫一声。放心，我们不走远，找不到就回来。夫妻二人跟官差说了一声，便提了一个用藤编织成的篮子。二爷，找不到就算了，咱们回去吧。正要回去，旁边突然传来响动，几道黑影迅速窜了出来。你不是说这儿有人烤鱼吗？二弟，怎么是你？刚才是不是你们在这里烤鱼？我刚才确实看到有人在这里烤鱼了，我没说谎。二弟，你怎么能躲起来吃独食呢？明知道爹娘在这里，还不赶紧把烤鱼拿出来孝敬爹娘？我们没有烤鱼啊，你们看错了。我们是出来找野菜的，马上就回去了。你们想吃烤鱼，为什么不自己下河摸呀？你敢不敢让我们搜身？要是没有搜出来，就证明你们没藏。这泥人尚有3分火气，你们这是想干什么？也是我们没有，就算有，那也是我们的。而且谁会把刚烤出的鱼放在身上啊？你们别太过分啊！大哥，我们脱离严家的时候，爹娘什么东西都不让我们带走，吃的用的全都留给你们了。你们这一路上应该过得很滋润吧？我们一家子5口人已经饿了好几天了。贺姨她也不小心摔破了头，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天天啃树皮吃野菜。既然爹娘还认我这个儿子，你也还认我这个兄弟，那就给我们一口吃的吧。咱们以后也不说断绝关系的话了，以后肯定跟大哥你一起好好孝敬爹娘。对，大哥大嫂都是亲兄弟啊，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你们总不至于看我们活活饿死吧？正好咱们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吃的，你们就当行行好，给我们一口吃的吧。你爹娘呢？出去好些时间了，怎么还不回来？哦，
我去叫他们。行，告诉他们得吃了，快点回来。严鹤仪应声，带上3个妹妹正要去找。江之淼扶着独轮车终于挪了过去，一把抱住了他的腿。快带上他。正好鱼还热着，放在这里晾晾。我跟你们一起去吧。你们留在这里，我们去就回。说完，走到严鹤仪面前，顺手抱走了娃儿，他的人质。走吧。严鹤仪严重怀疑自己抱的不是娃儿，而是抱走了他们的金坨坨。一行人朝河湾找了过去。爹娘，你们就给我们一口吃的吧，有粮食野菜也行的，我们不挑。你们要是不接济，我们真的就只能吃块阴土了。爹娘，大哥说要二爷孝顺你们，这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们还拿二爷当儿子看，一笔写不出2个言字。二爷既然还姓严，那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一家几口已经好几天没有东西进肚了，你们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对不对？放着大鱼大肉没吃就找过来的一行人愣住了，啥玩意儿？严家的流放队伍竟然也在这儿？不着急，先看看。我没你这样的儿子，你们的死活与我无关，滚！赶紧给我滚！半个月前我们就已经断绝了关系，这话还是你自己亲口说的，如今竟然还有脸来求我们。可是娘，你当时不是没同意吗？而且人都有冲动的时候，二爷他已经知道错了。娘，你就收留我们吧，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脱离严家了。谁说我没同意？我巴不得从来没有生过他这个孽障，要死就死远一点，别在我面前脏了地。娘，娘，你怎么能这么狠心？爹，大哥，你们赶紧给二爷说句话呀！可别，回来做什么？别说现在马车丢了，就算马车没丢，我们也没有多余的吃食分给你们。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摇尾乞怜的，跟条狗似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我可没有这样的兄弟，以后出去也别说是我们严家的人了，我们嫌丢人。给他们一封断绝关系的文书吧，上次就应该给了。我严家容不下这样忤逆不孝的败类。你们当真如此绝情？拿了文书以后就各过各的吧，我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们也别来我面前碍眼。严二爷沉默，哪怕早就知道了这些所谓家人的嘴脸，也早有预料，可此刻听了这些话，还是觉得无比讽刺与心寒。他们当初离开的时候，一门心思想要断绝关系的文书，他们激愤上头怎么也不肯给，如今不过略施巧计，故意表现出落魄不堪的一面，他们便恨不得把他们一家几口有多远踢多远。滚吧！二弟，别说大哥没帮你，你要是实在活不下去，可以把你那几个闺女卖了，反正又不值几个钱。严二爷身影一顿，看见从石头后面走出来的一群人。爹娘，大家都等着你回去吃饭呢。耽误了些时间，害大家久等了。走，咱们回去吃鱼去，我都饿了。给你们留了2大碗鱼肉呢，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好坏，哈姆。二弟，你怎么敢连爹娘都骗？二哥，刚才爹娘也只是在气头上，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啊？你说是不是啊？他们不认你，我认你啊！你有好的，可不能忘了我这个兄弟啊！
贺姨呀，你小时候三婶还抱过你来着。你这孩子呀，现在外面多乱呢，你走这么些天呐，三婶天天都在担心呢。二嫂啊，我就说你们家3个姑娘都是有福气的，这不到哪儿都过得好，我可真是羡慕你啊！你们分给我们点吃的呗。空口说的大话你们也信？哼，妄想用这样拙劣的伎俩戏弄我们，真当我们是傻子由你糊弄呢？做白日梦还快些呢。你们谁想跟着孽障一起走，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他们。简直不像话。往前凑的严家人悻然退了回来，对严二爷一家也没了刚才的热情，他们也是饿疯了，别人随口说什么就信。想想怎么可能呢？大家都在啃树皮，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肉吃？肯定在说假话。祖母，咱们快点回去吧，我还想再吃一个鱼头。不是，他们真有鱼。走吧，咱们回去。站住！好啊，我倒是不知，我给江家生了个好儿子，合着外人骗起自家人来了。阎王夫人说笑了，没人逼着你写断亲书。我爹忍饥受饿，求你们给一口饭吃，你们弃他如敝履，将他逐出家门，断绝关系。如今有人救我们于水火，给我们饭吃，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你们要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把严永俊卖了吧，说不定能换点粮食吃，反正也不值几个钱。我没福气生在江家，倒是希望也从来没生过我。既然如此，也不用讲什么情面了，把他们拦下来，我倒是要看看今天谁能从这里离开。都是一个地方来的，有吃的不分点出来，不太仗义吧？就是，这是我们先来的啊，没有我们的允许，谁准你们捞河里的鱼了？吃了的都得给我们吐出来。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拿鱼来换。王守义，之前的账还没给你算呢，你小子不好好当乌龟趴着，还敢冒头，仔细爷爷我一根手指头掐死你！好大的口气呀！那就看看咱们谁先掐死谁吧。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给我上！以少欺多，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你先让我叫人。那你叫啊，别说我没给你机会。虎爹，救命！江之淼猝不及防，耳朵一震，眼疾手快把他的嘴巴给捏住了，让他变成了滑稽的鸭子嘴。姓杜的，半个月不见，你们居然还给自己认了个爹，呵呵，你也就给人当儿子的料了，还虎爹，我还马爹呢，要不叫我声马爹听听啊？大橘在黑暗处虎视眈眈盯着他们，目光如炬，潜伏在河湾处蓄势待发，像是锁定了猎物。王守义眼里赤裸裸的嘲讽像是被瞬间击碎了一样，变成了惊恐。严家人也吓傻了，纷纷尖叫着往后跑。笑啊！你们怎么不笑了？看到我虎爹怎么吓得跟个孙子似的？不是要把我们抓起来吗？来呀，老子让你抓！他们居然降服了那只猛虎，怪不得他们吃得这么好。咱们当初就不应该让他们离开，要是现在还在同一个队伍里，那该多好。娘，老二以前最是懂事孝顺了，您跟他服个软，说说好话，他指不定就原谅我们了。他如今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他了，要去你去，别跟我提他这白眼狼。娘，您就算不为严家着想，也要为
振儿想想啊，您看他都瘦成啥样了。祖母，我想吃肉。容我想想啊。进入月地，此行的任务就成功了一半。独轮车是不能带的了，这里没有平坦的官道，也没有30里一射的驿站，只有一望无际的茂密丛林。也就是说，咱们接下来都得露宿荒野。你们有什么想要准备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帮你们从县城带回来。要是在京城啊，如今咱们都要添衣了，没曾想这里大中午还这么热。下过雨就冷了，希望今年是个暖冬，要不然怕是难熬。可惜咱们没能跟老钟他们碰头，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哪儿了。老夫人放宽心，只要活着，咱们一定会在越州碰面的。唉，希望如此。咱们先到越州安置下来，再想办法打听打听他们的消息吧。咱们回去的时候还是绕远路吧，迟上半个月也行，这山他娘的谁爱爬谁爬。前面有个村子，咱们要不要去借宿？咱们带着虎爹不太好吧？万一吓到人怎么办呀？杜老大已经带着队伍进了村子。你们是打哪里来的呀？我们路过此地，想在这里借宿一晚，不知道方便不方便？不方便不方便，我们这里不收留外人，你们赶紧离开。我们不白住，可以给酬劳的。实不相瞒，我们是押送流放队伍的差役，从隋谭两地逃难过来，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是情非得已，还请乡亲们能行个方便。不行，你们赶紧走，现在就离开，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啊。咱们村子里的人避世而居，不想被人打扰，请你们立刻离开。算了，住哪儿不是住，这么多天在山里都熬过来了，也不差这1-2天，咱们再坚持坚持，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驿站了。咱们走吧。临走前，江城微微皱着眉头，回头多看了这些村民一眼。怎么了？这个村子没有老人和女人，有古怪。夜幕降临，流放队伍在离村子2里地的小溪边过夜。国，谢谢淼淼。江之淼眨了眨眼，二哥好像有点见不得血啊，怪不得每回碰到血腥场面，他都像是晒干了水分的小花，黏哒哒的半天提不起劲儿。娘，杜叔叔这是在做什么啊？血豆腐。好吃的吗？你晚上可以尝尝。娘，迷糊糊不够的话，明天可以多煮一些，我好像有点受寒。娘，我可能得了胃病，得吃软饭，多煮点米糊糊，要淼淼胃才能好。这大热天的，受什么寒啊？还有你，咋不把胃长头顶上？淼淼都给他们喝了多少灵丹妙药了，哪里有这么容易病？他是老不是傻，这么大年纪了还跟小孩争宠，没出息。乖仔，今天晚上的山药米糊放了1咪咪盐，快来给祖母尝尝看有没有味儿，是不是咸了？抓紧时间赶路吧，早点去越州府衙报到，就能早点安顿下来。咱们的落魄只是一时的，他们靠着一只畜生养活，算不得什么本事，无非就比我们运气好了一点，得意不了多久。呸！什么玩意儿？跟在咱们队伍后面躲难的时候，怎么不见说虎爹是畜生？一群道貌岸然的货色！他们在路上连着赶了3天的路，才终于抵达了越州城。负责登记安排他们去处的衙役像是没睡醒，杨嬷嬷瞥见他嫌女眷充当官奴，男眷修城墙挖矿时，官爷，
咱一家上有老下有小，就指望家里的男丁出力了。您看能不能把我们安排在一处？若是能过上安稳日子，咱们必不忘您今日的善举，定多有报答。好说好说，既然你们想一家人在一处，那就只能安排你们去开荒了。开荒没有多少限制，你们开出来多少地就算你们的，只需要每年按人头交上足够的粮税。如果做得好，3年之后就可以免除罪疾，恢复良籍，与大荒村村民同等待遇。接下来轮到严二爷几口了。你们跟昨天的那伙姓严的流放犯人是什么关系？回官爷的话，我们之前是与严家一起流放的，只不过在流放的路上时就已经跟他们断绝关系了，从此各不相干。我们虽然姓严，但跟严家人毫无关系。为什么断绝关系？难不成你是觉得被家族拖累了，心有不满，所以才从家族脱离出来？非也呀。官爷误会了，此事说来话长，都是不可外扬的家丑。不过官爷既然问起，我也不当您是个外人了。实不相瞒，是因为我自幼不如兄长更得父母宠爱，流放路上他们什么都紧着兄长，对我一家几口的生死置之不理。我只不过是想清楚了，所以才断绝了关系呀。他们一直都看不起我爹，也看不起我爹生的3个女儿。爹为了救娘，迫不得已脱离出来，问他们讨一口饭吃，他们没给，给了段亲书。昨天晚上那些人都被我发配到大荒村附近的水库去修堤坝了，看着就是蛮不讲理的。还好你们断了亲，要不然以后也得被他们这一群穷鬼拖累。看你们也不容易，就跟江家一起到大荒村开荒吧。官爷，这一路上的差役对我们多有照顾，能否让我们跟他们告个别？经此一别，只怕以后再也没机会见面了。这不算什么难事，衙役挥挥手同意了。这一路上多谢有你们照拂，以后若是有机会再来越州，就到大荒村看一看。现在我们居无定所，无法款待你们。等你们下次来越州城，说不定我们就在这里安家了。到时一定设酒杀鸡迎接你们。当然，押送一途辛苦，若是可以，我也希望你们春期下安，秋随冬喜，不用再为衣食温饱而奔波。此一别，万望诸位珍重。杜老大心里五味杂陈，有不舍，有感动，也有复杂，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被流放了呢？我能抱抱他吗？小屁崽子没有良心，有了虎爹忘了他，要是他一走，岂不得隔天就把他忘了？小崽子肯定舍不得我，要不然把娃给我养吧，我肯定替你们养得白白胖胖的。江成风把妹妹抢了回来。多谢，不用，你走吧。杜叔叔，我会想你的，你快走吧，我们也要走了，再见。不对，再也不见。咱们还要去大荒村报道呢，大荒村怕是离这里有点远，得趁早赶路。老大，你以后还是别去大荒村了，我怕他们会拿扫帚把你赶出来。衙役领着他们去见了大荒村的村长。老李，他们是流放过来的犯人，安排在此地开荒，你看着处理。天色已晚，我们就先走了啊，下回请你到县城吃酒。跟我来吧，这是给你们开荒用的农具，到时添置了新的农具就还回来，不得损坏，否则就拿新的来赔。多谢。
你们再跟我往里走一点吧。这里虽然离村子近，但这几户人家都是不好惹的，你们住在他们旁边也不清静。这2间屋子废弃已久，休息一下还能住人。旁边呢还有一口泉眼，就是太荒了，没人想要。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吧，有什么需要就到村子里找我。这地儿好，宽敞安静，虽说荒了点，但勤快点收拾出来还是不错的。而且离山近，还能时不时上山找点山货，离群所居也能避免很多麻烦。看看，除了杂草多了些，屋子破了点，路小了点，这里简直没有缺点嘛。更绝的是，晚上都不用出门就能看到星星了。雨一下，咱们说不准还能重温一下露宿野外的感觉呢。屋里就交给我们了，老大老二，你们带着3个小的，把屋边的草除一除。大家看着堂屋里茂盛的跟原始森林一样的野草，这还能住人吗？咋个不行？多大点事儿，不把自己当人不就行了？村子穷苦，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好东西，这些你们吃着，只要不惹是生非，大家都是很好相处的。哪里，我们流放路上都吃不上这样好的，你能送过来，真是太感谢了。你放心，咱们啊都是老实本分的人，住在这里不会给你们添乱的。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我们姓姜，住在旁边屋的姓严。这是我家老大姜成，老大媳妇儿，老二姜远，这位是杨嫂，剩下的都是家中小辈。咱们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的，日后就有劳村长多多照顾了。我姓李，你们可以跟村里人一样叫我老李。明日是戌日，镇子里有个大集，每逢1、4、7都有。你们要是缺什么东西，可以早一点到镇上置办，村口就有牛车，半个时辰就能到。戌日咱们肯定是要去的，家里什么都缺，但也不能全都去，还得留下人手来修葺屋顶、开荒除草。娘，明日我跟贺姨一起去吧，要买的东西多，咱们出钱单独租一辆牛车。行，你去我也放心。老大老二，明天一早你们就跟贺姨爹去找木匠，看看能不能快点把家具打了。若是能请几个人来修葺屋顶，那就更好。咱们开春前就要把地翻出来，早点把屋子收拾好，就能早点动工。哦，好。老夫人，爹娘在除草的时候，在屋后发现了龙葵菜和芋头，叫我拿来分你们一点，你们晚上可以煮个野菜汤。以后就叫我姜奶奶吧，入乡随俗。好。你们住的地方都收拾出来没有？需不需要帮忙？收拾出来了。爹娘正要我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呢？我们也刚忙活好了，回去歇着吧，剩下的明天再说。二叔，你听到了吗？你的肚子在唱戏，你的嘴巴在放屁。饿了就再搭个灶吧，用小铁锅把山药和芋头煮了，再吃点干粮垫垫。明儿个把粮食买回来，就不用饿肚子了。娘，大惊小怪什么？没见过吃的。崽儿啊，咱下次能不能稍微有个提醒？怪吓人的。你给咱准备了这么多，你吃的呢？姜之苗满心疑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动，反而目不转睛看着自己，难道在等他喂？祖母想吃肉糜粥、鸡蛋羹、羊奶。够了吗？
还有，淼淼吃。日后得把饭菜做得更好吃才行。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早上冷，你多穿一件，这些干粮你带着。东西要是带不下那么多，就把要紧的先带回来，其他的下次大集再去置办。下一瞬，震彻村头村尾的咆哮声炸响。这路是我们修的，谁准你们从这里过去的？经过我们允许了吗？想从这里过，给钱。嘿，这活帮你们干不了了，工钱不用结了，你们请别人来帮忙吧。走吧，咱出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就看见赶集回来的陆怀英和严鹤仪被人拦在了路上。这条是进山的路，早早就有了。同为大荒村村民，大家都能走，我们为什么走不得？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谁认你是村子里的人了？官府认的，要不然你找官府理论。我呸！什么官府？狗屁的官府！老娘就是这里的天。不知道经期如何惹恼了大娘子，引大娘子这般动怒。世人都道心宽体胖，你不像心胸狭窄之辈，定然不是因为他从这里路过。你妻子勾引我男人，一派胡言。哎，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你丈夫是有点病了，要不然怎么会一犯再犯呢？不应该呀。你就当成是给他治病，治不好再想别的法子。东西搬完，人都走了。人一走完，被村民搬来的老李匆匆赶到。不是说涂三娘找些来的麻烦吗？人呢？是真的，村长，刚才他们还在这里来着，咱们估计来晚了。那一家老的老，小的小，怕不是被涂三娘打伤扛回去了。山坳里，一家人用木头打了个梯子，继续盖屋顶。哟，老李来了，快进屋坐。不用，我就是来这看看。刚才涂三娘没有为难你们吧？那倒没有，你昨晚不是说吗？村子里的人挺好相处的，怎么会为难我们？也就是一点点误会，说开了就好了。这位兄弟啊，你们今天干活的手艺我们很满意，不知道能否把大家都叫回来帮忙，工钱啊照常给。哎，我这就去叫。我把眼睛戳瞎了都看不上这么个孬货。你觉得我夫君这么好看，我能看上他？他刚才看了你好几眼，我亲眼所见。女子清白，不是口头戏言。若是因为此事，那你应该把你丈夫眼睛挖了。经期心中恶心，也没叫你赔钱。你丈夫其实不是个人。你敢骂我丈夫？非也，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你丈夫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明明知道你不喜欢他看别的女子，他还偷偷看，没有约束自己的自觉，最后引你动怒，针对别人，恶名全让你给担了，还一犯再犯，不知道悔改。你用对人的态度对他，他却用狗的态度对你，所以就不能拿他当人看。养狗还得训着，你像训狗一样训他，保证他乖乖听话，从此不敢多看别的女子一眼。不信的话，日后他若再犯，你就扇他2巴掌。这个法子要是不管用，我们一家人不仅以后再不从这条路走，还主动跟你赔礼道歉。奶，果然为了虫子的鸡下的蛋就是快，一下下一窝。才不露白，今天只捡了1个鸡蛋。快把屋里装蛋的篓子拿来，今天给你多煮1个蛋。反倒是涂三娘一连消停了好几日，猪肉摊子也不出了，人影也不怎么见。你说涂三娘这几天究竟在干啥呀？那天他们在路口不是吵起来了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哎，我说我要看热闹，你非拽着我跑。这下好了，
白白错过一场好戏。我呸！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拽我菜篮子，我能拉着你跑吗？哎呦喂，那不是涂三娘她男人吗？没娘养的东西又犯贱了。完了，石头家新过门的媳妇儿要遭殃了。石头媳妇原本只是想到菜园里摘个菜，已经很谨慎了，早早出了门，特地挑的大家都出去劳作没人在家的时间段，没想到还是碰到了涂三娘她男人刘二狗。我没勾引他，还敢不敢犯了？媳妇儿，是他先勾引我的呀。中邪了，就是这样的，都神志不清，开始说胡话了，还得下猛药治才行。媳妇儿，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看吧，效果立竿见影，也就只有你能治他，你就是他的解药。有时候还是要多听听老人的话，有些事情邪门的很，要不是我们一眼看出来，他恐怕还得继续犯病下去呢。媳妇儿，三娘，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千万不要听他们胡说，我没中邪，我就是二狗啊。没中邪？那你明知故犯。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是他们先勾引我的呀。你就是中邪了。只半天的时间，涂三娘打男人的事情就以风一样的速度传遍了村头村尾。神医呀！自打那几户人家来了咱大荒村，咱大荒村就没个安宁。老李不知道操了多少心，都快成心病了。你们能让涂三娘改了性子，真是大功德一件的事儿，为民除害呀。哪里，咱们也就以理服人，你们人来就是，咋还带上菜来了？快进屋坐。客气啥，也就自家种的。对了，你家应该还没有开地吧？我还给你们拿了些菜种子，你们趁早种下，勤快打理一点儿，年节就能够吃上了。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呦，这是你家的小囡囡吧？真是个聪明可爱的娃娃，才这么大点儿就能搬凳子了，活泛。嘿嘿，那，哎，你们家囡囡学说话可真早啊！哎呦，一看就是贴心的小棉袄。孩子聪明，小脑瓜儿灵活着呢。路过涂家时，看到了涂三娘。你们等一下。崽儿啊，他要是拿刀过来，你就放大锯咬他。给你们，上回的事儿谢了。白给的猪蹄。你男人怎么样？病好点了没？是比从前少犯了。那还是管用的，你以前就用错法子了。自己男人病了，去给别人吃药，那肯定治不好。有见效就行，你们夫妻俩把这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我就是担心你付出了这么多，他不理解你，反而跑了。他敢？哎呀，人心难测，你得看紧了。虽说强扭的瓜不甜，但你都为他做到了这个份上了，苦也要蘸着糖吃。你这是要去哪儿？去老李家呢。听说秋嫂子病了，过去看看。你这猪肉卖不？再给我切半斤。成，送了，就当是给你们一家在大荒村落户的贺礼。有猪蹄儿就够了，心意我领了。这我是拿来送人的，不能白拿。涂三娘心里嘀咕，这江家老婆子还挺有意思的，跟这里的人都不一样，白给的肉都不要，摇了摇头，刮毛剖腹去了。
哎呦喂，老姐姐，你咋病成这样还下地呀？再好的身体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快回去，瞧瞧你嘴唇都白成什么样了。没下地，就是去地里买2个鸡。什么？唉，这几日天气忽然急降，一下就冷了。村里好多户人家养的鸡都蔫头大脑的，发了鸡瘟，一只接着一只的死，没办法，只能买了。鸡吃。奶的宝哎，奶替大荒村的村民，谢谢乖宝。有了仙草，老太太立马就叫上杨嬷嬷行动起来，又找了些野菊花、鬼针草剁碎掺进去和比康拌匀，再剁点生姜。这一番操作下来，已经基本看不出来嫩草的影子了。咱这些4食要送，却也不能白送。要是邱大娘问起，就装作为难一下，再低价给村民们卖出去。杨嬷嬷用个布袋装了点鸡4食，就去了邱大娘家。唉，我家也死了几只，原本是想养着等虎子娘生了坐月子吃下奶的，这下可好了，孩子还没生呢，鸡就没了。唉，我家也死了2只，今年收成不好，鸡有大批大批的死，只怕这冬不好过呀。你们家养的鸡可先别放出来了，这几天先关在笼子里，别染了鸡瘟。你别动，还生病呢，我去给你买。可别呀，娃儿还小着呢，你离远点儿，免得沾了不干净的。苗苗就在这儿待着，奶很快回来。到了院子，望着鸡笼里活蹦乱跳的鸡，又想起村民们淳朴的脸，眼里闪过一丝挣扎，仿佛私心在跟心中的大义在剧烈拉扯。苗苗，没事儿，到家了。江之淼发现祖母自打逛了一圈回来就不太精神了，像奄奄的病鸡似的。杨嫂子怎么来了？啊，家里老太太让我来的。听说邱嫂子家发了鸡瘟，让我拿点4食过来，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们家鸡啊，平日里就是吃这种4食的，到现在都没得病。什么4食啊，这么管用？妇人们一听，纷纷围了上去。里面掺了野菊和生姜，还有鬼针草。这能有用吗？它不能，咱什么姜汁蒜水的都试过了，连白酒都用上了，都没见效。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唉，我们也不能保证管用，都是以前在一位老村医那里知道的法子，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昨个儿我放在笼子里的4食鸡都没有动过，这4食一看就是精心配置的，可别白白糟蹋了。哎，也就这么点儿，不碍事儿。吃了，真的吃了，哎呦，太好了。等鸡吃完，他们观察了一会儿，鸡的状态肉眼可见比刚才好了起来。杨嫂子，这4食你还有吗？我想向你们讨点儿。我也要，花钱买也行。这都是给自家鸡做的4食，没有多少。不过你们真想要的话，那就卖点给你们吧。几个农妇欢天喜地跟着杨嬷嬷去了江家。你还病着，怎么跑来了？老姐妹啊，这鸡的4食能不能多做一点啊？我们不知道怎么个配比效用才好，想让村民们
都来你这儿买上一些。实不相瞒，村里有半数人家都发了祭瘟，我想求你帮个忙。自是可以的，不过咱也不多卖，先暂定每户卖1斤。你先看看你家鸡吃几顿能好，回头告诉我，我好再拿出个章程来。哎，邱大娘笑应，解决了一桩心头大事，浑身都松快了许多，赶紧把冒着热气的红糖姜茶给喝了。回去的路上，身上热乎乎的就开始冒汗，到家的时候鼻子也通了，气也顺了，感觉病都好了。老姐妹啊，托你的福，咱们大荒村的鸡吃了你们家的4食之后，一只都没死，有23户人家买了4食，你点点，这是138文。这本就不是什么挣钱的买卖，你们也是为着大荒村，我跟老李出点力也是应该的。附近几个村子的鸡这几日死了很多，我已经叫老李告诫村民不要把大荒村的消息泄露出去了，可保不齐会被有心人知道，我现在就担心你们会有麻烦啊。不怕，他们来，尽管让他们来，我们姜家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先是到了老李家，点名道姓要姜家一家出来相见，刚来就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派了下人来通传。什么主？金财主，富田村的金财主。你们初来乍到，孤陋寡闻，自然没听过我家老爷的大名。你刚说什么？金什么主？金财主，金福顺。哦，不认识。乖仔，你认识吗？娘娘，你这无知妇孺，我家老爷看得上你们的东西，那是你们的福气，还不赶紧带上方子跟我去见管事？你们恐怕是走错门了，我们没有东西要买。什么买不买？我们是要你卖。原来是叫我过去卖东西呀，我还以为是叫我过去买东西呢。要我这么上赶着，那算了，我不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姜之淼踉踉跄跄迈着小短腿抱来了沾了鸡屎的扫帚，像是打醉拳一样奋力一挥。乖仔，咱不玩这个，臭！你们给我等着！老李家夫妻2人接待了钱管事。呸呸呸！什么玩意这么难喝？就没有好一点的茶了吗？咱们这里只有粗茶淡饭，都是地里刨食的，没那么金贵。不知道钱管事从哪里听来的消息，咱们大荒村并没有什么瘟鸡吃了立马就能好的4食，这些日子发鸡瘟也死了好些鸡呢，不过是外面夸大其词。有没有用？等我买回去不就知道了。我金家又不差这个钱儿。不管如何，这4食的配方我们金家都要定了。他们要是不想卖，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金家有的是法子，让他们把方子交出来。他们来了大荒村，就是大荒村的人，背后站的都是大荒村的村民。你们金家难道想强人所难吗？大荒村又算得了什么呀？啊，哼，区一个穷酸落魄的村子。我家老爷要是想，明天大荒村都能改姓金。老李，咱们还是先看看姜嫂子一家是什么态度吧。不多时，派出去请人的下人就赶回来了。人呢？难不成他们直接把方子给你了？管事儿，那老太婆不卖。
他说把方子生吞了都不给金家，还辱骂金家是强盗，要往我身上泼粪，这种人就不能跟他们讲理。你说什么？他们怕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可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把我们金家放在眼里。江家为人厚道本分，从不轻易招惹是非，怎么可能会是你说的那样蛮不讲理？一定是你欺人在先。他们是你们村里的人，你当然向着他们说话了。管事，我真没诓你啊，好说歹说，他们就是不卖啊。钱管事的性子可不会管过程如何，他只要结果。听得江家人如此不识好歹，一张脸当即就冷了下来。看来今天是拿不到，咱们改日再登门拜访，先回吧。他们究竟什么意思啊？恐怕还会再来。唉，怨我，要是我没多嘴一句，叫江嫂子把死尸拿出来就好了。他本来一片好心。老李，实在不行，咱们还是叫江嫂子他们躲躲吧。